上辈子是收服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，俺以为被召回去后拿的是团宠剧本，却没想到团宠另有其人嘞。俺失踪后，亲爹悲伤过度，找了个养女替代俺。8岁回家，等着俺的是他怀里的宋怡。窘迫又无措的俺，像误入幸福家庭的外来者。面对亲生爹，俺甚至连一声爸都叫不出口。自然而然，没人会喜欢沉默寡言俺。反观宋怡身边，无论男女都会爱她哩。他们长相出众，家世傲然哩，却总喜欢通过来讨好宋怡。最终，16岁的俺选择用结束这一生。俺本以为这辈子也就那样了，结果一睁开眼，竟然在福利院门口里。俺早就在这儿发呆一下午了。这里的黑夜总是比想象中还要漫长了。平静的表象之下，暗流随时都会吞噬一切嘞。所谓的秩序，不过是上位者书写的游戏规则嘞。唯有站在极高处的人，才能握紧决定命运的筹码嘞。按照上辈子的剧本，3年后亲生爹会找到俺，然后俺又要回到那个家里。重来一世，俺没啥别的愿望，只希望离那些天龙人远远的哩，平平淡淡才是真理。俺要就近找个领养人，摆脱被找回家的命运。这种长相像白开水一样的人，只有3个字：路人甲哩。但谁说路人甲不好啦？路人甲简直太好嘞！被那些人摧残过以后，俺哥现在只喜欢路人甲。犹豫就会败北哩。说，恁能做俺爸不？昨晚的工作复盘，那个麻烦工作要不要推掉？什么？做他爸爸？俺可聪明，饿了会吃饭，困了会睡觉，生病会上吊，不会麻烦恁们，请领养俺吧。就还怪有礼貌的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吸引力，能让一个小孩义无反顾地选择我，他还真是勇气可嘉。俺喜欢普通的人，恁看上去可普通。俺们2个是一样的人，俺是普通人，而他也是。普通这个字用在我身上，还真是有点黑色幽默了。这个小姑娘会给我平静的家庭带来麻烦，拒绝是最省事的选择。我从不自找麻烦，也不是重女轻男，就是想儿女双全。我只要个女儿，胖的可以，瘦的可以，美的可以，丑的可以，都可以。他总撺掇我去领养个女孩回来，填补家里的空缺。他没日没夜的念叨，我不得不考虑领养个女孩了。不知道会不会被养死。我可以收养你，只要你足够乖巧。我是个杀手，只喜欢足够安静冷清的环境。我不需要一个闹腾、会制造麻烦的孩子。俺一定乖乖的，绝对不会给恁们添麻烦。凝如其人，带着点散漫的冷感。说，俺叫申怡。俺不想再跟上辈子的渣爹扯上关系。你应该叫我爸爸。天哪，老公，你真的领养了一个孩子？我早就说过你应该领养一个孩子来的。你知道我想要女儿好久了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等等，领养一个孩儿，这对不哩？小宝贝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那点怪异感瞬间变得微不足道。俺太想要一个这样温暖的家庭了。夫人，俺叫申怡。小姨，我是妈妈哦。这种像细狗一样无害的男人，
就是俺老师追求的安全感里。这孩子的脑回路似乎有点不同寻常，自己虚成这样，他反而还一副小弟膜拜你的模样。小寻，快看，这是你的妹妹沈一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喽。这个小孩简直像是幽灵一样。家人是需要保护的，你会保护好你的妹妹，对吧，小寻？好的，妈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保护妹妹的。沈寻是几个孩子里最让我省心的一个，有他在，就不怕小姨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悄悄被欺负了。好了，小寻，带妹妹去玩吧，零食在柜子里。我是你的四哥，爸爸经常不在家，我们大哥是个医生，给人看病加班到很晚，一般也不回家。那大哥平时可辛苦吧？俺是从福利院出来嘞，晓得普通人赚钱不容易。大哥的出场费堪称天价，还好三哥有病很多年了，在爷爷那边住，家里就只有我们。大哥在考取医学证书后，这段时间一直加班加点到很晚。二哥私底下也不知道干花多少警察。三哥更是，如果不看住他，会给家里人带来。你看，温温亮亮的大哥给人看病救命，一身正气的二哥是个老实巴交的老爷儿，搁家照料着寒病的孙子，这是多么善良的一家人啊！小姨今晚想跟妈妈睡吗？小寻以前也会害怕有鬼，想要黏着妈妈睡，所以不用害羞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沈寻那种淡淡的人机性格也会怕鬼嘞？疯了吗？俺一个人也能的，俺不怕鬼。好嘛，那晚安喽，小姨。这个家庭挺奇怪的哩，俺的观察力、嗅觉、味觉、听觉和学习速度从小都可出色，但俺真嘞可喜欢文雅。反正俺也不是真的小孩，所以这个家奇怪一点也没关系哩。俺会努力装作看不到，忽略一切不合理的地方。关于我们的接下来生活，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？亲爱的，你不会觉得一个孩子的到来能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吧？我喜欢一成不变，带他回来可不是为了改变生活。为什么不能呢？你不觉得我们家里面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吗？他对于女儿的渴求已经到了的程度。老公，我的女儿怎么会有大象？连生4个儿子，可能是沈思行出了问题。我好像记错了，我爹还没……你刨错了，老婆。那你想做什么吗，妈妈？妈妈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，争论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不讨厌他，我会配合你的，妈妈。小寻，你果然是妈妈的好宝贝。首先，我们不能让小姨知道我们家是做什么的。我没养过正常孩子，我们得换一种方式和她相处。如果小姨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，会吓坏她的。老公，你也不想女儿在学校谈论起她的父亲时，说她的父亲是站在这张跨国棋盘最深处的执棋人吧？你至今都还在榜单上面挂着呢，亲爱的。所以你也不希望女儿未来的作文题目会是我的国际执棋者父亲吧？我会尽量配合。玛丽，叫声妈妈，总统的命我都能去拿给他。小一，妈妈给你准备了新衣服。看上去倒是
很顺眼。我为什么会觉得他顺眼？我不知道“可爱”这个词，只觉得妹妹今天格外顺眼。给你。妹妹果然笨笨的。恁干嘛这样看俺？你笨。俺不笨，福利院的叔阿姨都夸俺聪明。上辈子的渣爹也承认俺是他见过最聪明的。那是因为你身边的人都笨。无聊。中呗，俺是笨蛋。过来，小姨。巴黎，一刹那，他咋显得格外危险？压下这种不妙的直觉，放松哩。怎么了？恁在干啥？爸爸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，在努力学习接下来的工作。工作哩？那么恁要学习护理母猪吗，爸？爸爸的工作就是负责养猪，我们家有个很大的养猪场，学习护理生产后的母猪是饲养必修课之一哦。小姨，小孩子也都是好面子的，他或许会失望。太好了，爸哩，俺支持恁的工作，这么踏实的工作，简直让俺安全感爆棚。俺以后要做个养猪场主理人，这可是铁饭碗哩。老公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好准头，就算是再冷漠的人，面对这种幼崽，也毫无招架之力。小姨，和爸爸聊什么？这么开心啊？妈，俺长大以后想要跟爸一起养猪。俺上辈子在孤儿院养成了不主动和爹联络感情的性格，宋姨却天真浪漫，从不怕宋官爷的冷漠，像个小太阳一样暖着他哩。比起俺这个不讨喜的女儿，他那肯定想留下宋姨陪他，把俺送去和豪门联谊。从那以后，俺就有了个未婚夫，可俺根本不想要啥豪门未婚夫。越平凡的家庭，越能给俺安全感。况且养猪做得好，确实是个铁饭碗嘞。你以后要是再敢对小姨胡言乱语，我就剁了你。谁让他那么好骗呢？小姨的智商，经过我评估，大概约等于一头成年拉布拉多。虽然不聪明，但比家里那几个心思深沉、硬邦邦的儿子好玩多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放任女儿被沈思行带坏，得想个办法。小姨这个年纪也该上幼儿园了，我认为只有学校才能给她树立正确价值观。你觉得呢，老公？是吗？最起码比跟在你的身边学什么护理母猪靠谱得多。你马上去给小姨找个去。看来这件事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伊里国际幼儿园怎么样？口碑不错，校园环境很安全，有钱人的孩子基本上都在里面读书。等会儿我去和他们校长友好协商一下，顺利的话，明天就可以让他们办理入学。我们得让小寻一起陪她入学，不然小姨性格这么温良，以后被欺负了怎么办？当然可以，说不定两人一起，也会让小林学着交些没用的朋友呢。小寻，不可以只吃蔬菜，要吃肉才能长得高。小姨，要多吃蔬菜才能营养均衡。说起来，
你们两个也到了能上幼儿园的年纪了。妈妈，你今年6岁，小一5岁，正是上幼儿园的年纪。进去以后还可以认识很多同龄的小朋友。你对妈妈的决定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为什么要去认识那群？所有课程我都可以，我不需要认识他们。这种体验还挺新奇的嘞，上辈俺根本没上过学，都是请私人老师单独辅导，和同龄人一起过幼儿园集体生活，还是第一次。俺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的人，这还是个人不嘞？竟然扮一个小孩！本能已经做出了反击预判。走了，再磨蹭要迟到了。俺原本还以为是小区楼下那种普通又热闹的幼儿园，上辈子好歹是首富女儿，俺认识好车，这儿的车动辄100万起步，能开得起这种车嘞，咋看家庭都不一般吧？你们要上的就是伊犁。爸爸以前日行一善，扶着老奶奶过马路，没想到那个人刚好是校长的妈妈。为了感谢爸爸的善举，特意安排你们俩入学伊犁。爸，恁看起来像是会主动扶老奶过马路的人不？恁这种无形能趟绝不做的人，要是路上遇到老麦，大概率会老麦过马路吧咧。竟然这么想你的爸爸，我好难过啊！俺们俩一起走吧，哥。你们俩是兄妹吗？为什么长得有点不太像？你们几岁啦？我们可以一起玩过家家吗？太吵了，这些毫无逻辑的提问，吵得我想头疼。沈一，你们家是做什么的呀？俺爸是养猪的。我明白了，那么你家是开养猪公司的啦？我爸爸说现在农业科技很赚钱的。不是，俺爸是给人打工嘞。爸为了让俺进伊犁，肯定花了可大功夫。他总戴着黑眼圈，永远睡不够。养猪的工作一定可辛苦。哥，吃巧克力不哩？不。为啥？巧克力好中吃哩。我讨厌甜食，我又不是二哥那喜欢吃甜食。现在就像因为碳水化合物而陷入愉悦的梨，吃嫩的呗。为啥这么苦大仇深啊？他为啥老是闷闷不乐的呀？他们的呼吸吵到我了。呼吸还能吵到他哩？正常人故意找茬都说不出这种话吧哩。你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东西？他们只是在用东西收买你。有物件吃就好了嘛，这些俺从没吃到过。在孤儿院，俺没资格吃零食，在宋家又被长期无视，更不敢提出要零食的请求哩。这辈子能重新做个小孩真好哩。
我没见过这么容易满足的人。哥，人是不是想妈了？小孩第一天到幼儿园会想家，审讯再早出，总归也是个小朋友嘞。不，无聊，这里的一切都太乏味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沈一，我根本不需要来这种的幼儿园上课。在这里的一分一秒都让我难以忍受。这样俺们俩就能一起悄咪咪聊天，就不会可无聊啦。和他一起，我从没和任何人靠得很近过。有记忆以后，妈妈基本上没再抱过我，爸爸也更关心比我更体弱多病的三哥。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家里，与人的交流少之又少。我明明有些好奇和新鲜，好恶心。哥，那36度的嘴是咋吐出这么冰冷的话来嘞？既然忍觉着说悄悄话恶心，那俺们俩中午还是安静的睡觉好了。明明他才像是患有某种不知名的创伤后有敏感的应激反应，可这丝毫不能阻止他对我热情的态度，太奇怪了。我并不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。父亲说我是天生的坏种，缺少正常人的感情。他说的很对，但沈一的眼泪似乎不一样。他在梦里流泪，为什么让我没由来的烦躁？大多数人类的情感表达，在我眼里没有区别。你梦到了什么吗？俺不记得了。别哭。多谢哥嘞安慰，俺早就不难过了，完全不记得梦到了啥。我难得隐身一次，他却得寸进尺。我们小一真是厉害，第一天上学就交到了这么多朋友。妈妈之前还一直担心，怕小一会没有朋友呢。我家宝贝完全不需要帮忙，也能交到好朋友。该不会有人没朋友吧哩？俺在福利院时就是海尔王，那种人除外，只要不是和赛季天龙人相处，俺在哪儿都吃得开。可是你的大哥到现在都没朋友啊，明明都已经是10几岁的大孩子了，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却总是让人头疼。妈，大哥多大了哩？你大哥已经17岁喽。17岁？可是17岁就能考到医学证书不？为什么不能呢？可是这有点不正常呗。小一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，是个喜欢用正常来衡量一切的小笨蛋。俺才不是笨蛋。小一怎么能这么对爸爸？好过分！你妈妈都没这样揉过我的脸。放俺下来！他看起来一副巨男的模样，竟然有力气把俺举这么高。不放。这么好奇你的哥哥们，改天等你大哥回来，你可以见见他，他会很喜欢你的。
真的不？真的，果然是小孩子。或许是因为有了女儿，温雅今天从外面回来时，小姨一个人完全穿不了这么多的衣服吧？你不懂，我们家小姨可是能当童模的，女孩子的衣服当然要越多越好。我就多余问。下一个外派该选谁？小姨，巴黎，是有啥大任务要交给俺不？帮爸爸看看，你最喜欢哪个人？沈家人出手，没有做成的买卖。至于选谁当目标，这是啥？爸电脑上为啥有一堆陌生人的照片？这是爸爸未来目标客户。你想让爸爸和谁合作？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俺不晓得这份名单意味着啥，这些未来的合作对象看来看去也没啥可的，那就他吧哩。算算出差能给到的金额，眼光不错，上来就挑了个大担子。做完这一单，大概可以休息半年左右。看来俺的眼光是真的可不错。小姨，我们今天出门购物，要和妈妈一起吗？好的，玛丽，俺去叫爸和哥一起。走。爸，俺们今天出门呗。俺们去超市吧，妈说今天能买零食。好聒噪。奥利，哥，俺们出门呗。离远点儿，自己玩。要多买点胡萝卜，可以做炒饭，炖汤喝也不错。今天好像来了有些晚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新鲜的排骨。哦，对了，小姨，妈妈带你去买个棉花糖。小孩子普遍都喜欢甜食。俺想想这个兔子形状的嘛。哟，小姑娘真可爱，像个小洋娃娃。先生，请离我女儿远点。每个母亲对靠近女儿的男人都有雷达般的警惕，除了家里人，谁碰我的孩子，我都能当场发疯。摸一下怎么了？小孩脸蛋嫩，逗逗嘛。俺不喜欢被陌生人这样捏来捏去，上辈子这往往伴随着不怀好意的戏弄。以后不要再随便碰别人家孩子了。我会不会吓到小姨？小姨是个很胆小的孩子，听说小孩子都敏感脆弱，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？早知道先忍一忍，把小姨送回家，再折返回去和那个人理论也完全来得及。妈妈哩，恁刚才可厉害，恁力气好大哩！妈恁以前是专门练过来不？这个方法讲究巧劲儿哩，简直太帅了哩！这个转折我万万没想到啊！是吗？因为妈妈以前是做跆拳道教练的，俺也要保护妈，所以懂些保护自己的本领。那么妈，俺能跟着恁一起学这些本领不？我又不是真的懂跆拳道，我单纯就是劲大。难道教他胸口碎大体？不行不行，我可爱的女儿绝对不能学这些。没关系的妈，俺就是随口说说而已。
不行，我一定不能做扫兴的妈妈。妈妈可是全世界最懂跆拳道的人了。哇！什么黑带9段，那都只是见我的门槛儿。我要教小一跆拳道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们家什么时候把业务拓展到跆拳道这种无聊体育项目了？一会儿不见，妻子怎么成了跆拳道大师？这世界终于还是颠了。小姨，为什么突然想学跆拳道了？因为妈说黑带9段只是见妈的门槛里，那妈到底有多厉害，俺简直不敢想。重点是，俺真的想学点武艺保护自个儿。力量、速度和技巧，3者才能稳占上风。搞不懂你为什么要选择跟妈妈训练，你没必要这么累。整天像白痴一样阿巴阿巴玩玩具，才是他这个年纪该想的事。不中的。这些天，安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宋冠一在不在乎安？安也是宋家的孩儿。他要是找上门，爸妈显然无法和宋家那庞然大物抗衡哩。要是不幸又回到宋家，起码俺能保护自个儿。只要他说出来，妈妈总会帮他扫平所有障碍。到底有什么人值得他这么惧怕？我会保护你，安离。我不懂这种的感情，但我选择沈一做唯一守护目标。人类总要有目标、锚点，不然活着会很无趣。我没有热爱的东西，所以选择了沈一。在这个家里，父亲和母亲互相依靠，大哥和二哥早早独立，只有沈一很弱，很可怜，是唯一可以依靠我的人。可是哥，恁也是个小孩，而且就算恁是大人，也无能为力。哥早说没错，可他拿啥和天龙人抗衡？经历过以前的事儿，俺更明白天龙人真的能为所欲为。所以，小一，你害怕的人，貌似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人物呢。这个哥有时候真的聪明的不像人。俺不是，俺没，甭胡说。俺根本没害怕啥，这些都是恁自个儿的臆想吧？开啥玩笑？俺咋可能承认自个儿重生？要是被家里人晓得，多半会把俺送到研究营里。哥，恁不笑了，笑得太难看了。俺要去继续训练了，回见。那小一恐怕还没见过二哥的笑容。我的笑容还算友好，二哥前一秒灿烂，下一秒幽暗，那才是真正难看。可惜小一不这么认为。以后见到二哥，他自然会明白四哥的笑最好看。别挡路！挡路，200挪一次脸。幼稚！俺爹的腿比俺的都长。你妈妈下手没轻没重。对了，爸，恁是不是也经常被骂？是啊，我经常惹她生气，一生气她就……爸想这肯定是被爆脸。说起来，我觉得她的样子倒是别有一番滋味，超帅，24K， 纯帅。爸，恁是被妈打成不？竟然还笑起来了咧！小嘴巴闭起来。去上药，不然第二天。本来就是妈打恁，好像把恁心还
他连回忆起来都带着笑，这不是炸？不过，俺也觉着马的样子可帅，温柔的马固然好咧，可一脸冷淡，那就是加倍的帅。俺和爸的喜好难得达成一致。沈一，小孩子隐私意识强是好事，剩下的让你妈妈帮你涂上。我这几天要出差一次，会可久不？大概1个月时间。你三哥这几天也会来家里住，你尽量离他远点。因为三哥身体不好，所以怕俺会伤害他不？放心吧，巴里，俺一定乖乖的听哥的话。不，你不需要乖乖的，更不需要顺从他，听他的话。小姨，沈文他身体弱，被那老头宠得近乎无法无天。我不在的时间里，怕小姨会受伤。还是睡觉吧，跟你核头大的到脑说不明白。这到底是个啥神奇宝贝哥？不过事已至此，还是先睡觉吧哩。我最近接了个任务，大概要1个月才回来。你的那些同事呢？出任务他们不跟着？我早就放弃理解他那几个合作伙伴的脑回路了。我是有家室的人，比起高风险活动，我更趋向这种低风险、高回报的传统行业。你之前接单赚的钱呢？为什么这么急着出门工作？你这些年赚的钱哪里去了？再怎么冷酷无情的顶级狠角色，也得面对养家糊口的窘迫。大部分被我爸弄结了，剩下的一些零散资金和不动产套现需要时间，只能先靠接单度日了。你知道吗，老公？我上周回了一趟老家村里，听隔壁张婶在嚼舌根，说你没本事，没学历，还没有5险1金，现在村里人都在笑话我恋爱脑。他们都在问我，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为什么从来不见你正经上班？搞得我都不敢带你回去见人。比起沈思行那堪比权谋片的复杂家庭，我的家很正常，很温馨。我父母离世的早，是从小吃百家上河长大的。自从嫁给他，每次回村都差点被念叨死。我这个真无业游民，居然无言以对。先去找那群没用的合作伙伴发泄怒火。我早年能做到行业第一，成为榜首，身边有用的同伴自然不少。在我眼里，他们独坐同伴。爸一消失就是1个月里。最开始俺还记得三哥要来，可1个星期没见人影，就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。日常就是吃饭、睡觉、打豆豆，生活过得格外舒心里。哥是个名副其实的卷王里，他再不写学校作业，每次也完成的可好，连俺的那份都交给了他。格里，俺来这么久了，好像从来没见恁和别的人说过话。天才都这么有个性了不咧？要是一天不让俺说话，俺能被憋死。这对哥确实日常，他这样下去不会……我没有和社交的义务。我过于的思维，无法理解，也无法参与其他孩子的游戏。
相处久了，俺也逐渐发现了四哥的性格。安哥其实并不是，而是个吧。唉，他这么能不被都是因为了娃儿们可有素质啊喂。哥，那能不能收敛一些？总感觉老师哥现在对俺们可……俺没说对恁可生气，而是用了俺们。老师其实都可喜欢俺，可俺不想把俺们两个人的关系拉远。他说的是我们，不是你。我已经在努力收敛了，现在就是我收敛后的结果。那恁不收敛是啥样子？俺都不敢想。你在为了他们生我的气吗？俺才没。依依，你不要老是和你哥哥玩了好不好？我感觉他很奇怪，有点吓人。有不理？俺倒没觉着吓人。申勋那为人性格也不是一天两天里了哩。真的呀？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离他远点儿，老师也准备给你们俩调开座位了。来伊里上学的孩子，家庭条件都格外优渥，哪个都是家里捧在手心的宝。万一真闹出点意外，担责任的多半还是我们。但俺不想换座位。为什么呀？按小孩子的逻辑，肯定要一起远离坏人才对。俺晓得了，小丫，俺先去和俺哥聊聊了。俺家先看老。你想和其他人一起吗？那肯定想啊，俺还没几个朋友嘞，换个位置也没啥关系。反正在家里两人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我知道了。不是吧？这个人是啥心思敏感的 JK 不？俺就犹豫了2秒，没向他表忠心，他转头就生气破防了。四哥哩，真生气了哩。分开也挺好，对俺简直是广阔天地，大有可为哩。把等人用在常年一个表情的小面瘫身上，奇怪，好像有点奇怪嘞。可他反而有点别样的可爱，像只因为被忽视暗自生闷气的卷毛猫哩。俺又不是他的小弟，没必要整天照顾他的情绪。小寻，最近在幼儿园不开心，因为和小一闹别扭了吗？老师调座位，他不理我，找了其他人玩。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堪比一根成年香蕉，但我听懂了。他们都很笨，而我很聪明，但他选择了别人，我无法理解。但是聪明没用，宝贝，这么强势会被妹妹。至于小一交不交朋友，是他的自由。做一个宽容的哥哥，不好吗？不好。沈一总能轻而易举俘获很多人的喜欢，幼儿园小孩最不看美丑。你搞错了一点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要告诉小一，如果想让他跟你坐在一起，你要说出来。你要告诉他，你想要什么？想要沈一，想要小一只跟我在一起。那你唯有要付出行动，儿子。一味等着，只会让妹妹被抢走哦。爸不在的半个月里，俺们一家生活的意外平静。俺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也能这样平淡。妈，有时候讨厌一个人是主观的理，但中看却是客观的理。眼前这个少年，中看的过于客观了理。你好啊，小一。那股高高在上的天龙人味几乎冲俺鼻子里了。
三哥，小薰，这是你三哥沈文姿，比你大8岁呢。之前一直是在他爷爷家，这几天终于有时间回家里住了。文姿，这就是小一。你们能好好相处的，对吗？当然了，妈妈，我有点好奇，爸爸做过背调吗？不能有什么问题吧？好家伙，这人直接烟都不烟了咧！我最喜欢的弟弟用这种防备的姿态对着我，这让我感到一种被冒犯的愤怒。看来这段时间妈妈和小薰已经被你完全……爸爸真是随便，什么小猫小狗都往家里带。还是说被我说中了头？对不住阿丽，俺一开始也想忍耐，可他丫的实在是太……乱拳打死老师傅哩！这个妹妹的力气远超我的预计。沈一，俺变强了，也变秃了，变秃了。三哥这个完全不是小一的对手。笑一个，三哥。我几乎想立刻尖叫！天爷，这是什么鬼热闹？文思，俺太冲动了，他从小身体就不太好，好不容易被接回家里哩。小一，宝贝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吓死妈妈了！快让妈妈瞧瞧你的头发。小一本来就有些营养不良，养了几个月，头发终于稍微黑了一些。我每天都会仔细打理她毛毛绒的小卷袍，还在网上用心学习怎么编头发，要让女儿成为幼儿园最靓的仔。可今天，她的头发竟然被人扯断了。等等，重点是不是错了？挨打的不是我吗？我都快被打成猪头了，亲妈却在心疼几根破头发。这合理吗？妈妈，我被他打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发誓，100年之内没人能读懂这个神经质母亲的脑回路。这种异于常人的性格，只有父亲那种天塌下来都淡定如斯的才能接住。再度直面母亲诡异的脑回路，我简直要炸了。给你，三哥。我从出生起就先天不足，体弱多病。父母从事的行业太危险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跟着爷爷。有钱有权的老爷子给了我肆无忌惮的底气。在爷爷的庇护下，我顺风顺水。可现在，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毫无理由地插进这个家，还让母亲完全无视我。想生气的心情已经抑制不住地达到顶点。晚安，小一，做个好梦。小薰，我假设你知道，我才是你的哥哥。老天，俺再也不会叫恁爷了，因为恁根本没拿俺当亲孙女。心里一跃，恁就让这个这么对俺。这下总该醒了吧？居然一点都没被吓到，真没意思。拿这个吓唬俺？不用想，又流血了。
这死丫头一天到晚哪来的牛劲？这种蔑视一切的口吻，和俺上次见过的那些随意天龙人一模一样。沈寻，你给我出来！啊，你鼻子好像又流血了。三哥的脑子一如既往，猜到你的密码很简单。不好意思了，三哥，世子之争向来如此。昨天活动量够大嘞，俺难得睡了个好觉。小寻、小一，今天早上你们两个一起步行去学校，可以做到吗？当然。俺也不是小孩儿，能的，玛丽。学校离公寓很近，小寻向来不需要我操心。四行不在，我一个人照亮3个孩子，难免忙不过来。即使他是个坏哥哥，也不能改变他条件可好的事实。沈文他被惯得天上颠下，唯他勿尊，一看就可不正常。沈文他是在他们爷家生活的不？他跟在爷爷身边，家里也不只是有钱那么简单，大概真的把自己当成地球主理人了。多年不见，我也没想到三哥会变成这个模样。四哥没骗俺，可在俺爸开养猪场，妈是全职主牧，都是普通人。哥现在却说爷那边来历不简单，俺实在转不过弯。那爸为啥整天一副上班上的半死不活的模样？亲爹这么有钱，他还那么努力干嘛哩？爸这刚上的，感觉随时都要累死了哩。爷爷的钱都给叔叔了，爸爸自己创业，很累。果然自古大家里的幺儿最受宠，俺爸呢也不想能继承家业哩。可这是怎么回事？那爸属于是被家族流放了咧？爸爸已经10几年没回过家了。爷再有钱，和俺们也没半毛钱关系。唯一和爷亲近的，就是养在他身边的沈文梯里。他精神不正常，你离他远点。不是俺不想远离他，是他不肯放过俺。看他那样，就晓得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恨海情天，相恨相杀文学，俺也算体验到了。我会帮你。哥，那是俺唯一的哥，俺哥现在无助的像条狗。在喜欢我的礼物吗，妹妹？首先，俺需要盟友，四哥是最好的哥里。哥，你别哭。俺不是为自个儿，是为爸妈。这些裙子，妈精心挑选了可长时间，爸赚钱也可累，那些衣服就这么被搅碎了。你别哭了，你先来我屋子。你的床现在看上去也不能睡了，短时间内想清理干净很难，就算换床单也有味儿。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睡，还记得吗？我说过，我会帮你。好可爱，2个宝宝。果然，女儿什么的最棒。这房间就像沈寻本人一样嘞。等等，这个是……不可以吗？拿这个再好不过了。那太厉害了，哥。那么你想怎么做？我可以帮你，我房间有，嘻嘻。不理。那么我房间也有其他的呢，你觉得呢？不理。不过爷爷知道后会把打屁屁的。
到时候你一块，我一块，东一块，西一块。甭讲恐怖故事里，俺就随口一说，他还真当真了。哥果然是那么爷这么凶的不？唉，槽点太多，俺一时间竟然不晓得该吐槽哪个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那么你想怎么做？妈妈每次问哪件衣服好看，我都会乖巧回答都好看。其实我并不太懂小孩子，我的几个儿子独立的早，性格也早熟，沈姨也不需要我太操心。原来小孩子都很省心。看到你们关系这么好，妈妈就放心了。是啊，妈妈，我们关系很好，希望以后也能一直这样好。沈寻，你和他一起捉弄我。我最近在网上学了他流一滴泪，我图一座城的男生霸气护妻口流。我最讨厌沈一哭了，我从不内耗。如果沈一哭了，那一定是三哥的错。我只是随口照着那句话说了一句。沈寻，我才是你哥哥。明明他该喜欢的是我才对，我先天不足，从小被爷爷抱走吸养。俺才不管这两个兄弟的事儿。小寻干的，是沈一，都是他做的。妈妈，我身上好疼。妈妈总该同情我了。这副脆弱的样子，只是假象。我去把小姨叫来，我倒要看看这群孩子到底在玩什么。沈一的房间还是一片狼藉。等等，妈妈。谁？这个是谁干的？好，你的房间谁弄的？他不说，我心里也已经有数了。三哥里，妈，他把能给俺买的裙子全部剪坏了。妈妈，他打我，他难道就不过分了吗？明天去学校，俺都没衣服穿了。学校的小朋友都会笑话俺，说俺没衣服穿，头发也是乱糟糟的。不妙。对付这种大喊大叫最管用咧。我再清楚不过文志是什么性子，乖一点好吗？文志，你也不想妈妈为难的，对吗？我不懂为什么妈妈要打我，明明我才是她的孩子，不是吗？他看上去好像要碎了嘞，俺还以为他是个无所畏惧、心理素质超强的。难道在网上都有学了些啥乱七八糟的话呀，哥？放开！你会把我晃得不聪明的。恁早就不需要再聪明了，恁哥现在早就脱离了人的范畴，是个神人了。真的吗？俺要先下手为强。你是还有什么想告诉妈妈的吗，宝贝？俺觉着三哥身体不好，肯定是因为从小被教养的太好了。像三哥这样，需要和俺一样多多锻炼，才能保持身体健康。恁说是不，妈？你说的对，小一，妈妈怎么没想到呢？他小时候太弱了，我连碰都不敢碰。为了防止被我养死，沈思行把我们才3个月的宝宝送去他爹那里，结果竟然把我儿子养成了这样的性格。这是成了理，孩儿找事老不好，多半是闲的。傻，给俺操练起来咧，操练起来就没工夫搞事儿了。我训练？妈妈，你认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呢，文思？吃完饭休息2个小时，来客厅，妈妈会亲自给你制定未来的训练计划。
沈一，在这个家横冲直撞，无所畏惧。我只学习过上流社会最基本的社交礼仪与一点防身术。在我面前，他就是个花架子，手腕无力，下盘不稳。你爷爷还真是老糊涂了，学那些花架子有什么用呢？孩子们的安全绝不能出一点问题。1、2、3，他终于没时间找事了哩。啊，俺这个三哥似乎甭上学，能不去学校不？我暂时休学在家。为啥？能被校园？这句话说出来还挺招笑嘞。之前我们班里有个人在背后骂我，我就说了2句。他说起那个之前的同学，全程连头都没从游戏里抬起来，在他嘴里甚至不如一场游戏了。我从小就知道权力究竟有多大，绝对优渥的家世加上这张脸，足够让我站在贵族学校最中心。这些田龙人玩的嘴溜了哩，那还真是个十足的人才。人渣？那你觉得你和人才为伍，你算什么呢？说起来，爸爸妈妈还没告诉过你我们家的情况吧。真期待他知道我们家是做什么的以后，会怎么面对这一切。等他彻底沉浸在这个家构造出的虚伪温馨中，再戳破一切，他会哭吗？会崩溃吗？会想逃离吗？那又咋样？俺又不在乎。俺的底色也是冷漠。从记事起，俺就在孤儿院和所有孩儿抢食物。俺也想方设法讨人欢心，从小见过太多人和人之间的不愉快。俺去上学啦，回见。我没料到，一番恶意暗示换来的竟是这种冷静反应。轻视，莫名有种被他轻视的感觉，就好像在他面前，我才是那个幼稚的小孩。真想和你拜拜了！明明我才是哥哥吧？太过分了吧！看动画片有种不带脑子的快乐哩。俺爱看动画片。妈，这些都是演的哦哩。可是还是好生气，里面的主角太憋屈了。换做我会去出发。突发消息：某知名富豪升天，其子女已连夜赶到家中，据悉将面临100亿遗产分割问题。俺见过这个人啊？怎么会呢？之前爸给俺看了可多照片，他好像在找合作对象，俺就指了他。他身价竟然这么高，太厉害了吧！爸爸竟然能和那种大人物打交道，难不成是托了那素未谋面的爷爷的关系？他说啥谈合作？实际上不会只是从网上找了几个成功人士的照片逗俺玩吧？真够无聊的嘞。原来是那个谁的锅。哎，小一，你记忆力这么好的吗？是的，俺记性可好，俺老师都有着不错的记忆能力。得让这件事显得没那么巧合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巴力，小女孩浑身热乎乎的，还带着刚吃完小熊饼干的气息，心也跟着软软的。辛苦了力。被女儿亲一下，心里有点美。爸，恁去干嘛了？像普通人上班一样稀松平常。可文雅说的没错，沈一是个胆怯的孩子，他知道后会被吓到，然后离开。我不能失去这个小棉袄，只能努力圆谎。如果他只是个只会阿巴阿巴的白痴小孩，
糊弄起来很简单，我能确保她一辈子不会知道真相。可惜，我女儿不是，她很聪明，在这个家，太聪明可不是好事情。我该怎么圆身上这味道的谎？得赶紧找个借口。老公，你的痔疮又破了，都流血了。我让你去医院你不去，非要硬扛，现在被小姨给闻出来了吧？爸身上竟然弄了别的味道嘞，俺还闻到了一丝丝硝烟气息。我之前猎杀了一头试图攻击我的母猪，一般生崽后的母猪攻击力会很强，这你是知道的吧，小姨？心虚的甭太明显，不过味道不一样嘞，俺能分辨出来，俺的嗅觉极其灵敏，这些味道俺分得出来。你是狗鼻子吧，小姨？不许再闻了。让小姨知道我的工作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心虚的。我又不是什么神马狂，对我来讲，那很无聊的。这只是一种踏青，就像普通人吃饭一样稀松平常。俺还是当个没好奇心的乖宝宝呗。俺晓得了嘛，俺先回房间写作业啦。妈连这么离谱的理由都编出来了嘞。看来爸离开的这1个月里确实有势力，夫妻俩肯定有悄悄话要讲，俺还当啥电灯泡？溜了哩！你怎么能这么大意呢？这种程度，聊胜于无。小姨简直是小狗，我都不知道她怎么闻出来的。她身边玻璃都是特制的，为了速战速决，我是找机会走到目标的面前，就这样。那样，然后我这样那样，最后那样结束了。不许说我女儿是狗。你就不好奇，一个生在孤儿院的小女孩，是怎么准确识别出来气味的吗？那怎么了？小孩子嗅觉灵富呗，小寻4岁就能分辨出来很多气息了。不过他的脑子确实好用，分析还是可信的。我当初看上他就是冲这颗脑子去的，不然他没5响1金。也没稳定工作，带回老家根本拿不出手。对，不可否认他确实是个小天才，但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他有明显的应激障碍。第一次是在伊犁，面对那群小富二代时；第二次是在我们俩单独谈话。我问他为什么想跟你训练，他只说了2个字：好玩。可他肢体语言不是这么说的，手指焦虑的不断扣动。表情飘忽，极度的不安。他身边人的人，只有足够平庸才能让他感到安心。他在怕那些高阶层的人。我问过那家福利院，过去5年，所有捐赠记录、探访记录，没有符合条件的有钱人出入，也没有任何不利于孩子的痕迹。我的关系网不会漏掉这种小地方的痕迹，可我把那家福利院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那小姨的恐惧来源？很明显，小姨还有更大的秘密，可她不会主动告诉我们自己经历过什么。或许等相处时间久了，小姨会愿意讲给我们听。现在想知道真相，恐怕还很困难。也只能这么希望了。我很愿意替女儿解决掉所有烦恼，秘诀就是切切切，切切切。爸爸，长高了呢。看样子你爷爷把你带得不错。我要让爸爸把沈姨赶走。这是1个星期前被沈姨用东西砸出来的。妈妈当时只看1眼，就叫我多喝热水，说过几天会好。我差点被气死，现在只能等爸爸替我讨回公道。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沈姨一直在对我动手。爸爸，沈姨她……文池，5岁的孩子需要父亲帮他抢回被抢走的玩具，而13岁的孩子该学会自己努力，或者接受自己。我才没有沈姨这种。我明白了。每次我都
真心实意想接，他会吓得够叫我哥哥，像我。他竟然扯我裤子！他怎么敢的？拜托，他到底在害羞个啥嘞？莫名其妙哩！他竟然扯我裤子！谁教他的？是什么没被教化的野人吗？我接触到的女生都是规规矩矩的淑女，这简直不讲道理。除去第一次见面，后来我就算再生气，也不会想着和他撕扯。我是个标准的少爷，老爷子教的社交礼仪不允许我做出失礼的动作。价格，你在我哪里扯了？家里去哪儿家伙？再拿电话，在我哪儿家伙都被所有的人都会找了。我这儿子或许真的多多少少沾点什么属性。小学生哩，太棒了哩！俺终于也是一名小学生啦。还可以。妈，恁穿啥都漂亮。没必要再试了呗。但你们去的可是河景国际学校，妈妈当然不能给你们丢人呀。妈，俺们要去国际学校读书。对呀，就是你三哥那个学校。你爸爸托了点你们爷爷的关系，把你和小寻都送进去了。到时候我会叮嘱文妻，让她照顾好你们两个的。阿丽，要是没记错，宋怡就是在那个国际学校，从小学一路读到初中毕业的。俺真希望自个儿记错了，可绝望的是，俺的记忆力向来可好。俺从9岁起就在家完成课业，可少接触同龄人。那时候俺真累，可羡慕他。俺十分希望刚才只是幻听。那妈，俺们是在哪个班呀？这种学校那肯定不止一个班里，只要避开宋怡就好哩。她是首富的女儿，该会在富二代聚集的国际班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试验班嘞，那儿都是学习好，能给学校拉高分数的学霸。拜托，一定让俺去实验班。当然是最好的国际班啊，宝贝。我的孩子念书也要去最好的班级。试验班学生成绩好，可国际班的教育资源根本不是实验班能比的。我要让两个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。胆怯没用哩，俺能做的只有面对。在害怕陌生的环境吗？是有点哩，说不定俺也能在贵族学校交到朋友。就算俺是一坨再不堪的，也总会有不挑食的狗吧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哥哥，河景是沈文涵的地盘吧？他肯定会找俺麻烦的。上学的喜悦早就彻底被浇灭了嘞，未来的校园生活简直水深火热嘞。不一定吧，如果你想的话，完全可以随便拿捏三哥的。这1年里，三哥被小姨打得很爽吧？那俺该咋做？俺对审问他老是都是拳脚相向，不会说软话，也不会向爹撒娇，不被人喜欢可正常。但俺可识时务，只要校园生活足够平静，向沈文琪低头也没问题哩。你只要稍微示好，他都会受宠若惊的。为什么突然要在意沈文他呢？难不成是因为环境？
那个学校有他恐惧的事物，以至于他甚至想跟三哥求和。是好嘞，咋使？俺完全没头绪，不过没关系哩。虽说不懂，但俺能学哩。毕竟在贵族学校，人情世故还是可重要的。俺采纳四哥的建议，接下来俺要给审问他好脸色看。完美哩！可漂亮咧！1年时间，她不仅长得飞快，连脸都更中看了嘞。俺并不颜控，甚至更喜欢长得丑的。丑人会让俺格外有安全感。看什么看？怎么？你知道自己要去和景读书，终于想起来讨好我了？希望我能高抬贵手，放你一马吗？他竟然没有第一时间用拳头打我，也没有骂我。他想耍什么花招？你想做什么？狐狸，果然，审问他果然是香香的哩。每次打他，俺都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香气。没有预想中的攻击，竟然是柔软的拥抱。凑近以后，香气带来的感官更明显哩。果然是个精致男孩哩。这是啥香调？从触觉上，他似乎还好奇地吻了我一下。长期过着对抗陆兄妹生活，俺也不习惯对他说软话。以后在学校能会帮俺不？这个问题太直白又太莽撞了哩，俺的意图太明显了。这个要求也太冷冰冰，太生硬哩，格里。他疯了吧？好烦！谁要帮你啊？他以前就知道打我，现在才想找我帮忙，晚了。俺早就在想恁4号嘞，俺们和宗伯哥以后恁是俺的青天大三哥。俺可不想和全校学生为敌，所以先搞定沈文思哩。你说和好就和好，你以前对我这么坏。帮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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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开！从昨天起，小一就在想办法讨好三哥。明明从逻辑上，他应该更依赖我才对。我不高兴。你们俩不要打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俩在打架？还有，你只推我干嘛？你倒是把他拽走啊！放啊，哥！放开小一！你们两个给我滚啊！不许再闹了，要走了，宝贝们，不然你们第一天报到会迟到。看样子求和计划失败了哩。走吧。他果然是哪个出来的少爷吧哩？恁上个学还要专门给恁配司机负责上下送不？小少爷，可夸张哦哩。不然呢？接送也只是最基本的。他1个月工资10万，工作内容主要是开车，兼顾一些基本社交礼仪，偶尔还需要帮我处理点小麻烦。怎么？俺以前也有家庭司机接送，但也只是偶尔。喷不了，这是真少爷嘞。少爷，5爷俺50看看实力。俺也想要这份工资。他又不是只会开车。说是司机，其实更类似于私人助理哩。最基本的要求是精通至少2门外语，熟悉商务礼仪力，还要有随机应变能力和保密意识力。这些俺那肯定明白。俺越感觉着爸过的是真惨。在学校里要保护好自己。
这个学校比俺从宋怡照片批里看到的更加气派。没啥想法，这就是个大型天龙人聚集地里。文之，好久不见，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上学了。家里待腻了，还是觉得学校比较有意思？我们可都想你了，假期约你几次都不出来。听着是朋友间平常的交谈嘞，可那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谨慎和讨好。好啦，妈妈下午就来接你们。下午见，宝贝们。1年级的小朋友，他长得可真不错。旁边那个是他哥哥吧？这两人看着真好看，不知道是谁家的。沈家的吗？沈家孩子好像是蛮多的哎。一会儿去问问。哎，话说宋怡还没有来吗？可能是又在偷懒了吧。毕竟小姨总是迷迷糊糊的。我还想给她看我新买的宝石发卡呢。他肯定又睡懒觉了。上次聚会他也迟到了，那是因为他爸爸给他买了新的小马驹，他在马场玩忘了时间。那匹从英国带回来的小马可好看了，俺可想不去听，可有时候越想屏蔽，那声音就越清晰。怡宝，进来吧。就好像他就是世界中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怡，以后请多关照。真可爱，像是洋娃娃，是宋家的小公主哎。听说连喜怒无常的宋官义都对她要星星不给月亮。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漂亮。我进来也没听到他们这样夸我啊。有时候听力太好，洞察力太强，也是一种痛苦嘞。就这么一会儿，俺能同时捕捉到至少7个人的窃窃私语。天晓得，俺根本不想想到这些。教室里所有声音都准确无误地钻进我的耳朵，我把信息全部收集，在脑海中一点点整理计算。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委婉，在我得到的信息里，天真烂漫就等于小一很聪明，哥哥们也很聪明。看到这种不谙世事的女孩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怕不是个……我只是陈述事实，你有 PTSD， 或许你自己都没发现。你看到他的瞬间，瞳孔收缩，呼吸急促，手指发抖，下意识握住了我的手，缓解紧张。宋怡身上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嘞，只要她站在那儿，所有人都会喜欢上她，能会和俺一起不？沈怡从没这么主动抱过我，她在不安，她在依赖我，在这个不确定的环境中，我才是她唯一坚定不移的盟友。小姨也不喜欢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有彼此啊。我不是无能的哥哥，也不是没用的大人，我才不是电视剧里那些只会用嘴说的没用大人，你可以相信我。俺那肯定相信恁啦。有没人爱俺，早就不重要了，只要没人害俺，就上天保佑了。那难道俺们两个……小姨从福利院出来，两人本来不该有交集。
那种蹦跶到最后会……俺却还行。原来你只能想到……没关系，我一直都会帮他的，无论什么事。毕竟我是哥哥嘛。俺们还是安分守己呗。俺可不想开学第一天，兄妹俩就齐齐沦为班里……笨蛋小一，你胆子实在是太小了。恁才是笨蛋！你会把我敲定不从命的。现在这样很好，没有人围着我的妹妹了，沈一的注意力也一直在我身上，这才是我最喜欢的校园生活。她叫陈娇娇里，家里做高端连锁酒店，妈是知名珠宝设计师里，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。娇娇，我不吃糖，走开。那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我不想和你当朋友。陈娇娇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宋姨是好意呀。太没礼貌了吧？什么美人啊！这一幕还挺似曾相识的哩。这个是我们家糕点师做的马卡龙，我很喜欢，请你们尝尝。这对兄妹还真是古怪啊，至少我从没遇到过对自己无视这么彻底的。我叫宋怡，爸爸喜欢叫我怡宝，你们呢？俺爸喜欢叫俺肾宝。好奇怪的小名，你们是兄妹吗？长得不太像哎。不过很正常啦，我有个龙凤胎弟弟，和我长得也不像，最近他生病以后都不怎么理我。你们平时喜欢玩什么？我家里有个很大的游戏室，爸爸好像一直在瞒着我找什么人，我问他，他也不说，还是家里的保姆阿姨偷偷告诉我的。他说爸爸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人，找了很久了。老天里，俺不是说了3月让恁对俺好一点了不？恁就这么对俺，俺都有点绝望了。宋官爷在招煞，他还能招煞？宋官爷只有2个怀儿，俺的亲生妈死得早，从俺被弄丢到回家的时间里，她早就去世了。俺依稀从龙凤胎弟弟嘴里晓得一些故事，妈家是颗普通，老是体弱多病。她生下2个孩儿后，因为弄丢俺而郁郁而终。不过妈是个狠人嘞，俺丢了以后，她给宋官爷吃了东西，后面就没办法再有别的孩儿。弟弟说，妈不相信男人的一往情深里，他得确保自个儿的孩儿有个安稳的未来。临死之前，他都在想念你。这是弟弟的话里，他好像在怨恨自个儿。俺回来以后，他也不喜欢俺，觉着俺是闯入的外来者。俺和宋思君是龙凤胎，幼童时期模样尤其相似。要是被宋官言看到俺，俺不太想晓得恁家里的那些事儿，恁没必要跟俺们讲这些。可是爸爸和弟弟之前都对我很好，我只是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烦恼。我不明白为什么2个人现在对我的态度变得这么奇怪。因为恁爸是个大，恁弟弟是，恁全家都是，这可难理解不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宋姨只是想和你做朋友，太过分了。
或者说，我只是懒得生气。生气这种情绪最没用，我似乎从出生到现在都没生过什么气。我们被针对了呢。被剪得这么烂，俺们等会儿上课咋办？你们都不生气的吗？韩中呗，主要是刀妹吸惯了你。俺对宋一阿谀想象时，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。哼，可俺实在不想捏着鼻子和他做朋友。赵家浩嘞，你竟然记得我名字？第一天报道，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谁。一些从小就在同一个圈子的孩子倒是互相认识，但我们谁都没见过这对兄妹。大家背地里猜他们不是圈子里的人。我亲手保护了自己喜欢的女孩，可沈一和沈寻反应太平淡了。俺的力气是连马也跨过的。打扰一下。干嘛？我的哥哥叫沈文他，有人把我的书撕了。你就是沈文他弟弟？沈家有好几个兄弟，这件事也不是秘密。是的。应该不会有小孩闲得没事，用沈家人的身份骗我。大不了等会儿去找沈文他求证。只要撒下去，自然会有很多人愿意咬肩。我们去帮你吧，小弟弟。保证。好哦。给你，别哭。我不希望她像陈娇娇那样哭。好奇怪，沈一的眼泪对我来讲，好像比什么威胁都管用。多谢力，说不感动是假的力。俺哥也太体贴了些。你哥好强啊，情绪稳定，执行力又迅速。我也想要这样的哥。拿我的吧，一会儿我去找老师再要套新的来。谢谢怡宝，好善良啊，小姨。就是说啊，我也想和怡宝做朋友，太好了吧！您主本真不错，哥现在归安了。哥，这个给恁粉色，适合恁的气质。谢谢小姨。我其实并不怎么在乎书本的好坏，但沈一主动帮我抢东西，让我很高兴。2本里，心底里，完美！你们兄妹俩家里是批发的吧？我们俩帮你弟弟了。那真是谢谢你们了。不用谢谢。我比其谁都清楚，它会不断扩散。只有给他们足够深刻的震慑，不然就根本不会停止。所以，我很好奇，他们什么时候会忍受不了过来求我帮忙呢？小寻，还有沈一，他会哭吗？我还从没见过他哭。等他真的害怕了，或许会乖乖主动来找我。他会用泛红的眼睛看着我，哀求。俺不想给家里人添麻烦，只会徒增他们的烦恼里。无所谓，只要第二天那人就会变得，找老师和他们议论一番，他们以后就不会再这样了。最后他们还得给妹妹道歉。相比他们在小学部的处境，我在学校悠闲得多。那肯定，这一母子对颜空有用嘞。俺的注意力全在他变了的气息上。
乌古丽，恁有情况嘞？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恁是想转移话题不？这个俺懂，一般男生都不希望被家人晓得早上虫儿的美事。哼，我有吗？比起我抓虫儿的问题，你倒不如说说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。赵家豪、周雨欣，还有前几天在课间推了你一把的那个，叫苏明轩，对吧？怎恁都晓得？这点小事儿，他是咋晓得的这么清楚的？学校是他家开的不哩？俺以为自个儿被推那一下，除了俺，该没其他人注意到。毕竟也只是小事儿。是啊，所以准备求我吗？求他哩？俺沈姨就是加 very 八股都不会求男，俺又没起飞，闲的没啥事去求这个人。其他人只是小打小闹哩，他以前半夜不是拿这就是拿那的，是真累想和我亲近啊喂。但我凭什么要帮他？他对我这么坏。在河景上了一段时间学，俺早就意识到沈文慈或许还真是啥贵族学校主理人。他在俺面前经常炸毛，谁敢信他在学校竟然是个全修生嘞？离谱了哩！学校的活动只要不涉及体育，他的成绩和活动全项满分哩。俺每次都能听到有人讨论他，好会装的一人哩。俺不和恁说了，俺要去看鸡鸡棒啦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要对一个猪笑得这么开心？他从没对我这么笑过吧？你的男神是头猪？恁干嘛用这么惊讶的语气啊？恁不看动画片的不？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被制定规训好的，就算动画片看，不可能看这个猪。我不准你看这个。那是皇帝不？管这么快？我是你哥。那恁也没权利管俺看啥。什么资里面造成这么多恐惧啊！让他走了吧。哼。给俺！不给。沈文朱莉。叫哥哥。恁不配。不能再让沈姨这么肆无忌惮下去了，得管教一下她。这是专门请来教你怎么做合格淑女的老师，每周休息日，他都会来教导你。小姨现在就很好，为什么要学那些没用的东西？可是妈妈，老师不仅是教礼仪，舞会时跳的舞步练习、社交词、用餐礼仪，这些都是很多小姐们必备的。我们不能让小姨输在起跑线上，对不对？是给她选择的权利。当她需要的时候，她会庆幸她学到过这些。别的女孩子有的，我们小姨也要有呀。我只是想帮她纠正在福利院带来的坏习惯。他在讽刺我情商低？看样子是。你情商比我还低吧？
他凭什么不送你？我的情商不低，只是在沈一面前懒得装。无论在学校还是其他社交场，我都装得很好。光是在学校，喜欢我的人就能从小学部排到初中部。光是在学校，喜欢我的人就能从小学部排到初中部。啊，可能你比较讨厌吧，毕竟小一可是最喜欢我了。爸，俺好难过，从此再牛的肖邦都弹不出俺的悲伤。俺不想再学礼仪了，俺讨厌这些天龙人的规矩。小姨难道是想让我把那个管家？那能不能帮俺把他辞退掉？这个不是爸爸请来的，你应该和你的哥哥商量。要我，嘿嘿，那还行，但辞退这种小事，我可做不到。这种被沈家训练出来的老管家都很执拗，没有主人家的命令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不忠不忠，俺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沈文直，能把那个老师弄走，不然就说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沈一，最好就是不要说出去哦。你也现在应该知道我之前拿的家伙吧？俺并不怀疑他是真会的嘞，显然那个龟儿对他可重要，重要到甚至不能说妈不理，被妈晓得会咋样？既然这么重要，那难道是甭被人看出来哩？谁知道你嗅觉跟狗一样？你要是敢让爸爸妈妈知道，你就完了。俺都忍不住同情那个闺女了，能被这种人才缠上，这辈子算热闹了嘞。把那老师叫走，不然俺不只说妈，还要说爸。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。为什么每次都等他打完我准备打回去的时候，你才出来劝架？沈勋，你偏心，你们俩就是一起的，我不想看见你们。不听不听，三哥念经。在河英学校读书，第一课就是审时度势。对陈娇娇，他们不敢欺负得太过。这个学校倒很适合我，没人会无聊的和我们做朋友。在这里，我和妹妹只有彼此。真不走运。学校的那些人很，我明明已经给了他们很多，还是不记得。难道是我还不够那啥吗？他们这群人还没意识到问题吗？就因为他被推得踉跄了下，第二天那男生被老师教训的，你的保护欲是不是太强了？因为他会再推他，一次不成功，会有第二次。沈勋，你脑子里都装的什么？在这个学校过得很不开心吧？只要沈一在，我就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学校。我想来求你帮忙，我也想让所有人从此不敢再来麻烦。
可我不想让妹妹知道，她知道后或许会害怕我，甚至躲着我。求哥哥可不是这个态度的，小寻。这种事情你明明有能力自己解决。你5岁的时候，在幼儿园有个很喜欢的老师吧？你觉得他像是妈妈一样，你不允许别人靠近他。你告诉那孩子的事，后来那个孩子就再也没有主动和老师说话了。老师也因为考核不合格丢了工作。你竟然还敢邀请他来我们家做你一个人的老师？他说你不是正常小孩的思维，建议妈妈带你去医院查看看，是不是有什么偏执问题。你不想让沈姨害怕你，所以想让我来说，对吧？被说中了。我不会帮你。一个成熟的弟弟该学会自己解决问题，这是妈妈教我们的，不是吗？你们兄弟的关系还真奇怪哎，你妹妹真的会害怕你弟弟吗？我不太相信，沈家的人貌似都没几个正常的。骗他玩的，他们俩天天黏在一起，太恶心了。你是吃醋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吃沈一的醋？这些对俺根本不管用，在学校，俺老是能忍就忍，免得给家里人带来麻烦。刚才去找三哥，回来时顺道接了水。妈妈说妹妹不爱喝水，要我盯着她多喝。你们都做了什么？为什么都要？我很明白，我从幼儿园起就到了小学，他们也更加无害的沈一。谁做的？俺确实呆住了，不是，俺哥原来这么猛不？宋姨向来善良，性格也软，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嘞。俺就见识过宋姨的语言美丽，只要她一句话，我要找弟弟聊聊学校发生的事情。他们那么凶，她说过会无条件永远站在我这边。弟弟，是我。弟弟，弟弟！我已经动用了目前能支配的所有人。不清楚，那个人很神秘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只是想和你说点事情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？你在说什么？不过我发现运气这一说，向来都很奇怪。你看，姐姐的运气向来都很好，我希望姐姐未来的运气一直都能那么幸运。这不像祝福。宋思君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自从生了一场大病，弟弟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他对我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。弟弟他凶我。他又怎么了？儿子最近的脾气越发古怪，宋姨靠近他，不但没让他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没怎么，我虽然听不懂弟弟刚才那些话，却本能的不想让爸爸知道。我在学校有2个很奇怪的同学，他们2个好像很讨厌我。姓什么？沈。沈家的孩子？不是，他们很普通，
我知道沈这个姓氏的特殊性，那是对世界各项产业都近乎垄断的庞然大物。沈姨他们不可能和沈家有关系。那个女孩力气特别大，好像会功夫一样。我只是想和她做朋友。既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，你在学校只要开心就好，记住了吗？幸好爸爸还是爱我的。过2天会有个宴会，由合记的董事长牵头举办的晚宴。爸爸，我可以参加吗？每次参加宴会，我都可以穿很漂亮的小裙子。当然，合锦每个学生的家长都具备社交价值。这场宴会牵涉各个领域和各项势力，甚至能见到政权方面的领导。我自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。其实不严重，只是擦破皮，流了点血泪。小姨怕感染，才用纱布盖住里。妈妈。哦，小姨，你的额头是怎么弄的？疼不疼？快让妈妈抱抱。是和同学闹了些矛盾，但哥现在早就完美解决啦哩。妈妈，学校里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，并且这是我和妹妹的事情，为了往后在学校安宁。看样子你在学校度过得很愉快。在河燕，只有我才是妹妹的唯一盟友。老婆太大惊小怪了，我当初为了出沈家，半条命都折腾没了，也没见她这么紧张。我的儿子和女儿，我希望他们都不要。夫人，您的儿子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一点准备的迹象，请务必放心。温雅的武力值一直是家里顶尖。老婆，就算小姨受伤了，让你很恼火，也不至于拉我撒气吧？我可是有丰富挨打经验的。爸，能故意的。放心，小姨，你妈妈很厉害，绝对筛得住腿。当年各大势力组织都想网罗招揽她，为了和你妈妈结婚，我和家里的老头谈判了很久，最后借助家族，才帮力压那些追求者的。我想要的，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。他竟然不要脸到拿孩子当挡箭牌。下次轻点薅，爸爸头发都要秃了。相处的日子久了，就会发现，爸是个再标准不过的社畜嘞。不想上班。爸平时就爱抱怨工作，最喜欢睡觉里。像他这样简单普通的人，能做啥危险工作？有时候想象力太丰富，也不是啥好事。这个星期有个宴会，我要你跟我一起去。他是在跟安讲话，安才蹦，那又不缺女伴，而且安一个小孩也做不了恁的女伴。无论出于哪个目的，安都不想参加。用魔法打败魔法力。要是俺答应去参加的话，能将恁那朋友们介绍给俺认识不？为什么不能呢？好诡异啊哩！身为此时最顶尖个天龙人继承人里，他认识个人绝对非富即贵哩。
要是他把俺介绍给那些人，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俺的身份。他老是恨不得跟俺这个来历不明的妹妹撇清关系。他生怕俺玷污他们家，可现在却反仓的邀请俺参加宴会，太不正当了哩。恁到底有啥目的？俺不懂呢。我也不太懂你，我都答应带你认识一下我的朋友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俺才不参加宴会，恁身边又不缺人，找俺做啥？俺只是个小孩，到了那种场合，也顶多是被拉去凑人数嘞。宴会上没有孩儿嘞，而那些能去的小孩也都不是一般的孩儿。能在宴会上社交的孩儿，都是小天龙人。不一样，他们跟在我周围，是因为总想从我身边拿到些什么，而我也会给他们一些想要的。这孩儿在说啥梦话哩？咋还梦到哪句说哪句？沈勋给了你什么？他说在学校你保护了他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身上没什么可利用的价值。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沈勋即使聪明，现在也依旧只是一个小孩。他果然心里有毛病嘞。能不能总想让别人对恁好，而恁却永远在咄咄逼人，得寸进尺？要是真嘞想得到正面的感情反馈，那恁总要付出些啥？沈文居是个再标准不过的赛级天龙人类，他从小就晓得如何取舍，怎样权衡。他极其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不会想要付出，只想着索取力。总要付出些什么？我不懂你指的付出是什么。我不想陷入这种无意义的思考，还是选择我最熟悉的事情。你陪我去参加宴会，我把所有的朋友介绍给你认识，我会当着很多人的面承认她，承认她是我的妹妹。以后，她能凭我妹妹的身份做很多事，我已经够有诚意了，不是吗？作为交换，以后你要对我好一点，我也想体验那种被爱的趣味。首先，要让沈怡对我的态度好一些。他也想有妹妹疼。那么在宴会上，要是有人欺负俺，恁要帮俺？当然，你是我带去的，欺负你就是打我的脸。俺的意思是，恁要无条件站在俺这边，就算对方是恁可重要的人，恁也要帮俺。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。可以。还有，这1个月之内，恁要听俺的。1个月太久，1个星期。成交哩！俺哥现在跟沈文他反悔，还来得及不？好像早就晚了哩。要是只是场普通宴会，俺确实没啥印象。可要是河景的校董作为主办方，邀请了绝大部分学生家长，赴宴的人里还包括俺那渣爹和宋怡，俺貌似有点印象了。上辈子宋冠义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受过伤哩。是爸爸以前在河军举办的晚宴上，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。那时候俺还在孤儿院。早晓得那时候就多问2句了。而且这个晚宴这么危险嘞，俺能申请不去不？沈文子给俺的回答是不能。这个项链
本来是想当做礼物送裴婉言的，但想了想，你好像浑身上下都没有一件能拿得出哨的装饰品。可俺一个小孩不需要这种华而不实的物景。俺们啥时候走？俺连晚饭都没吃。你很急？那肯定，俺饭都没吃。哼！他太凶了，等他长大身手更好，打我只会打得更狠，还是得趁他小，好好约束一下。你们俩今天看上去太完美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把他抱离地面，谈不上抱，只是简单的举高高。上流社会很多女孩小时候就被要求节食，3餐都有严格要求，但沈怡以前是个孤儿，显然不会这样。妈妈恨不得把他喂成猪，他为什么还是这么轻？或许是因为吃得太杂，改天得找个营养师给他调整一下食谱。这么轻，也不知道他之前哪里来的力气暴打我。真遇到危险，一把水果刀也没啥用，但还是带着吧哩，主打一个心理安慰哩。要是真的有枪手，他们会藏在哪儿？这场宴会最终受伤的人数多少嘞？有人死亡不？目标是谁嘞？能藏枪手的地方太多了哩。都可夸张啊！走吧，文慈，我妈妈一直说想见见你呢。沈文慈过的都是啥好日子？小一，你哥哥就先让他陪陪我了，你可以自己先玩会儿吗？哪里？反正他到了这儿，还要在宴会上大吃特吃。你妹妹可真懂事，看样子她也不怎么在意这个妹妹，这样很好。在这么多人面前，她只需要在乎我。这种宴会，我不是第一次参加。她焦虑时总会咬嘴角。文熙，怎么了？你陪我去见见我家里人，好不好呀？我倒要看看他急着甩开我，究竟想去做什么。这是沈文他第一次带陌生的小女孩来宴会，难道是他的女儿？不对，这猜想太离谱了。他才14岁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女儿？那就只能是亲戚，普通亲戚不会被他带在身边，是妹妹吧？沈家人都很神秘，除了沈文他，其他人的身份藏得很好，应该就是妹妹。你好，小妹妹，我叫邢玉。沈文他是你哥哥吗？想晓得不？那恁低下头好啦，俺悄悄地说呢。他不出现，俺都快忘了上辈子那些破事儿。既然自个儿送上门，俺那肯定不能错过。哦，打完酒炮真刺激嘞！这里的食物只是摆设，基本上没人会动，你明白吗？俺不明白。他们竟然就这么旁若无人的吵起来了，这俩还真是亲兄妹，他们简直视其他人为粪土。俺以前又没参加过这种宴会，俺只晓得能吃的玩意儿就能往肚子里塞，在俺的概念里，
没不能吃的乌鸦。他以前在孤儿院经常吃不饱，我等会儿带你去别的地方吃，别碰这里的东西，不安全。麻烦给我道歉，这位小姐。哇塞哩，竟然有素质不理，不见得喽。这个邢玉上辈子坏的可，他可现在这么有礼貌，纯粹是害怕审问他哩。俺为啥要道歉？你不觉得你很失礼吗？俺为啥要道歉？俺才不道歉！哥能看他，哥看他。他不想道歉，那没办法了，流年不利啊，邢小少爷。哼，是他先用脸攻击俺的蛋糕的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劣的兄妹？一唱一和的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真善良啊！快道歉吧，邢小少爷。你也不想被请出去的，对吗？骗了！我不道歉，恐怕下一秒真会被请出去。在和景董事会举办的晚宴上，沈家绝对说一不二。真被赶出去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好帅啊，哥哥里！他为数不多的2次叫哥哥，都带着明确目的。不许再乱吃东西。总感觉这样下去不太妙啊，好像被他牵扯了太多注意力，甚至有点像老人看孙子的心态。我竟然也会控制不住地盯住他注意什么。要是只是普通而不是擅长隐的专业他们或许只会出现在侍者之中。进来的都是持请帖、收到邀约的大人物里。那些大人物的保镖全被留在外场里，能自由入内的只有侍者类，只能从这些侍者当中寻找。好臭！这个是他真亲爹嘞！对不住，大爷哩。放开，沈怡。我的腰很好搂吗？是哦哩，人的腰就是可好搂。大爷，我还谈不上被称为大爷的年纪吧？那是他的家人吗？把这么小的孩子带进来乱跑，他的家人还真是相当不尽职。爸爸，我看到邢玉哥哥了，我去找邢玉哥哥玩，可以吗？待在我身边。又演戏了哩。是有目的的哩。快走！俺哥还在里面。保镖已经引进去了，这个庄园太个，先跑出去再说。可是宴会的人太多，俺们全部跑下去的话，出口会被堵死。俺们能往楼上跑，这儿太乱，容易发生踩踏和误伤。往其他地方跑，反而更安全哩。俺得先去找沈文他。不管咋说，这个鬼地方只有他能带给俺安全感。我第一时间就该把房门反锁。这个庄园的房间安全系数可信，只要反锁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绝对安全。
可沈怡跑出去了吗？她记性很好，或许记得我在哪个房间。她会回来找我吗？我甚至想开门出去找她。那群枪手是冲我来的，开枪的方向也朝着我，不能贸然下楼。这个男人威胁性很高，如果真有人买凶杀人，我的价格比在场所有人都高。他不像普通商人，更像某种亡命之徒。我沈家继承人，大概比我值钱的多吧？那当然比你值钱。老邓，示弱求饶，貌似用处不大。沈家的继承人应该是比我值钱多了。不知道那些人考不考虑换个担子捡？那些人比想象中更难摆脱。为了活命，我要拿沈家继承人做交易，神经都在抽痛。我从小体弱，不怎么抗造，手臂的疼痛越来越尖锐。爸爸，这个哥哥好像快疼晕过来了，你能放了他吗？只躲在房间，不是万全之计。为确保我和女儿安全，暂时挟持他是最直接的威慑。俺对哥哥现在的处境一无所知。这个世界果然还是太颠了哩。但记得审问他的房间号。好在俺只是个小孩，6岁的孩儿在哪儿都不会被注意，杀手不会浪费子弹打俺这种没价值的小孩。这只能算一点聊胜于无的心理安慰哩。俺倒也不意外，沈文托简直是爱能老几协会精英核心成员，而且这种时候不锁门才是死嘞。哥哥里，能在里面不？你好，能让俺进去不？门外竟然是个小孩子的声音。这时候还要破例返回楼上找人，脑子不小。谁让他跑过来的？他的到来只会让糟糕处境雪上加霜。谁知道宋关行会不会逗哭小孩？她是你妹妹？咋又是宋关燕？哥，俺平时也不会心疼这个人，可他哥现在看上去快不中了。终于会叫哥哥了，不过他还是好笨。这时候叫我哥哥，只会让两人的处境更糟。原来你们家还有个妹妹，好疼啊！这个上辈子俺就觉得这个渣爹有暴力倾向，既然想拿沈文提当挡箭牌，好歹对人质好一点啊！李，人都要被掐死了！李，爸爸，你放开他吧。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只能希望这个老逼丁还有点节操。再次感谢沈文慈送的大裙子里，不能让突然跪下显得莫名其妙哩。人逢山河，俺求求他了，宋关爷爷，原来是他，他们都能成为很好的。我本来就不喜欢小孩子，能成为首富，除了足够聪明，也要足够心狠。
前发黑脸，咱就这么对一个小孩？好狼狈啊！无论是我，还是沈一，腹部一阵阵抽疼，我现在想吐里，骨头疙瘩好疼。我并不想杀人，只是为了自保，迫不得已用些手段。只要他们乖一些，我也不会用暴力。这小子不是省油的灯。为了我和女儿的安全，谁能想到他妹妹保护欲这么强？我之前还想和他做朋友，要不是个现在情况不对，俺都想夸他两句，真是个可爱的小。这种时候还能说啥？俺的心脏狂跳起来。动作太明显，根本没有机会拿。但现在沈一的裙摆遮挡的刚刚好，到底会不会开？万一他法不准，是个人体描边大师嘞？要是被宋官燕抢走，他还会怕强生吗？胆子好小。让宋管卓在这，俺们赶紧走吧，哥。其实他把对准宋一时，俺就有种不太顺利的预感。果然，关键时刻就开始拉垮力。沈文池可熟悉这个庄园，他以前是这儿的，和景当初建成也依仗沈家出资出人。这儿所有楼层都能随便他清除。他虽说是个弱鸡，这和俺来时被人推搡的一幕截然相反。俺一整天都没吃物件，却一点都不饿，反而想吐。我要把这里保镖全开除。可悲的是，他教养太好，此平息的可怜。俺是他的阿贝贝不？抱这么紧。还有，到底哪来的力气？小孩子本来就是嗜睡的年纪，俺一整天都没闲下来，各种情绪搅在一起，太累了。困得俺都想半夜殴打他了。可谁让他是伤员嘞，只能忍。把他给我吧，可以吗，少爷？他怎么像在看一个十恶不赦要跟他抢妹妹的凶手？您现在也抱不动他，还是交给我吧。他像被人强行夺走了重要的东西，神经病啊！我不是第一天见识这位小公主的阴晴不定和神经病，可她因为妹妹被抱走，露出孩子气的攻击性，还是第一次。归根点底，我的雇主果然就是个神经病。相处1年，俺都习惯这大半夜不睡了。俺这辈子都搞不通沈文池的脑回路。以前只觉着他是个有，哥现在这么沉郁又缄默，俺承认，俺完全猜不透他。他乐意看就看吧哩，俺得早点睡，明天还要上学。骨折的手臂一直在疼，根本睡不着。
睡得跟猪一样。宋关义这笔账我会报。还有一件事没办法忽视，沈一在害怕宋官志，他的肢体表现和下意识反应都说明了一件事：他认识宋官志。那个男人对他做了什么吗？或许是在养伤嘞。请。可符合俺对上流社会老管家的刻板印象，话少，没存在感，疏离的恰到好处里，不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里。俺想回家找爸妈。这一点我没有权利决定，但您可以去请示小少爷。沈文梯果然是杀封建余孽吧？回个家还要情事。那能给他打个电话不？当然。沈小姐想要回家，随她，让保镖把她送到家，然后他们也不需要回来了。看好她。这个世界果然还是太危险了。小姨以后除去妈妈身边，哪里都不要去了。这次只是有点倒霉而已哩。倒霉，俺只要碰到宋姨，好像就会可倒霉。而活下来的宋关义，也不宜许对外大肆宣扬。其实除了肚子上的淤青有些疼，俺根本没受影响。受伤最严重的反而是沈温克里，这儿过去1个星期，俺都没再见过他。真有意思啊。1个、2个关联合作商死亡，起初或许没人察觉，等死的人逐渐增多，敏感的商人都明白这项死亡通知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命没了，违约金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得罪沈文他后遭到报复，并不算完全意外。产业受重创，资金链一时紧绷，靠合作方违约赔付，柱面还能维持一段时间，早年积累和核心资产还能支撑，不至于立刻破产，但这绝非长久之计。你为什么要带宋怡去？现在你们俩全部住院了。前世父亲确实在这次宴会后受了伤，但绝没有严重到需要卧床处理公务。被那对兄妹反咬了一口。2个沈家孩子，沈文梯和沈寻，这2个名字对我不算陌生。一个冷冰冰的，宋怡貌似也在河景读书，我可不会去提醒他什么。至于沈寻，我对他的印象还蛮深刻。我和沈寻以前算朋友。我们这里是你家吗？你为什么想来就来？你们安保系统真的很差，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。你很厉害吗？当然，毕竟我们家很贫穷。怎么能和贫穷2个字搭边？看在朋友的份上，可以打99折。出于各种考量，最后没有这样做。我根本没发现，造成姐姐痛苦的源头其实是宋怡。我天真的以为
只要努力赚钱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我会努力赚钱的。可事实是，我那时只有15岁。以前姐姐总喜欢纠正，后来发现没用，就懒得再管我了。如果你真的想保护你姐姐的话，我竟然觉得沈轩说的有道理。爸爸总会看到他唯一的孩子吧？所以，这是我的惯性动作。那么，姐姐呢？姐姐得到幸福了吗？爸为啥总戴眼镜？还以为会看得可晕。这个眼镜没度数吗，爸里？对呀。那能戴眼镜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能更像个知识分子不？细想之下，竟无法反驳。好像确实是这样。我的长相不算惊艳，很容易让人转眼就忘。谁会怀疑一个唯唯诺诺、可怜疲惫的社通呢？这股气息的变化让俺有点不舒服。还是先说点实质性的问题吧，里。爸，人好像有点秃了。你把我薅秃了？才没嘞！是嫩的头发本来就少，而且爸呢，为啥竟是夜间出去工作？要不是他性格懒懒散散，俺真要怀疑他是昼伏夜出的。大半夜出门，白天回来里，可诡异，能知道不？因为晚上工资高嘛，而且夜晚工作会很安心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全公司的人都在欺负我、排挤我，还有那些客户的要求好高啊！我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。我的同事都脑子有病，我不喜欢和他们共事。我只是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普通日子。俺以后绝对不揪嫩的头发了，毕竟爸快秃了嘞。改天有时间就换个时兴的发型，不知道我做个大灰发造型会怎么样。这也不太科学吧，玛丽？有吗？这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基本的呀，我的宝贝。妈简直是超人力！小姨等到像妈妈这么大，一定也能够做到的。妈妈13岁时候就能养家糊口了，我13岁就能一个人完美完成任务。宝贝，他像是受了很多很多委屈，才努力走到我们身边。我从小也是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，没有父母的孩子会格外渴望一个完整家庭，只想有个温暖的家。可和沈思行结婚后，这个家与我想象的正常家庭相差太远，儿子们一个比一个古怪、早熟，难以亲近。我这个母亲常常无从下手。他的到来让家里不再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，也让我再次感受到做妈妈的幸福。清淡的俺无比怀念妈偶尔做的重油重糖家常菜。欧华里，因为之前宴会的事儿，想吐槽的槽点太多，俺一时间都不晓得该咋说了。沈一，你可算回来啦！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一个人里有多辛苦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寡不敌众啊！
辛苦能了，孤胆英雄。这个学校就是这样，学生流动性可大，3天2头就有人转学进来嘞。只要家世足够好，都能进里。也经常有人转学离开嘞，有的是举家移民去国外念书嘞，有的是跟着父母工作调动，去了其他城市里。宋怡身边的人太多，走2个又来2个新的，再正常不过哩。宋怡身边的人物形形色色太多，不是每一个俺都有印象。但这个女生总喜欢黏着宋怡嘞。谁和宋怡关系好，谁就……好在俺和宋怡关系并不好。至于他叫鲁明渊嘞，他叫赵淑敏嘞。这个名字咋这么耳熟？对方姓陆，家里背景深厚，和宋家是私交嘞。要是能和那个，俺是不是就能逃离这一切？那时候俺不明白素未谋面的人为啥，可现在俺明白了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哩。一连碰到这么多老熟人嘞，为啥幸福总降临在他身边？他为啥总能挡在俺面前？干嘛冲我笑？那个女孩是谁？她叫沈一，我不喜欢她。那我也不喜欢她。我感觉她有些眼熟，我总能很快发现问题，也能替宋怡解决麻烦。眼熟？有什么眼熟的？她性格这么坏，衣服也土土的。你想干嘛？沈一不在的这几天，她可没少暗中整我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很熟悉，又想不起来。俺可没见过恁，甭想和俺攀关系。我祖上几代非富即贵，关系盘根错节，到我这里，不知已经积累了多少代。他想跟我攀关系还差不多，跟这种人浪费时间毫无意义。即使不想深究，心底还是有些好奇。我到底在哪里见过他？他认识你吗？那肯定不可能认识，俺以前可是在孤儿院长大嘞，咋可能认识他这种身份？那说不定你们在孤儿院认识的，说不定他只是单纯想来俺这儿找存在感。这种人可不少，无缘无故来俺面前欺负俺，再换副好面孔讨好宋怡，有点暗招全施在俺身上了。可恶的天老人们！不像只是单纯发神经。他绝对见过沈一。像他干啥？不重要嘞，认不认识根本不重要，只有家人才最重要哩。未来的少爷小姐们，不捐就会被逼下去嘞。俺家又没皇位继承，俺就睡觉。小易，喜欢吗？多谢姐丽。为什么非要盯着这个小丫头？沈文她无处安放的控制欲，什么时候从我身上转到妹妹身上了？说是控制欲，好像也不完全是。她太没安全感，容易疑神疑鬼，又过于紧张。即使答应给我送礼物，想想还是不爽。难道我是他雇佣的保姆吗？
我对他没意见，但也得确认自己的唯一性。我和你妹妹谁更重要？你干嘛跟他比？难道在裴婉言看来，沈一对我很重要吗？我差点就脱口而出。麻烦你了，婉言，在学校多看着他点，毕竟他笨笨的，多少让人有点不放心。沈一总是莫名其妙会被欺负。沈寻不行，我当然要另找个人帮忙盯着点儿。你手里那个胸针真漂亮。总得从他手里拿到点实质补偿，才不算白做工。喜欢就送你。这是从一个急于套现的收藏家手里买下来的。我喜欢这些价值很高的珠宝，但每次买下来都会送给别人。珠宝不在我的打扮行列，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，华丽漂亮的饰品当然要送给女孩。因此，我手上很多珠宝基本都送给裴婉言了。这个该死的男人，总喜欢使唤我。我以后会是你们哥哥的。俺爸妈都是普通人，恁要是真的想和他，该让去高鼎他爷。什么叫他爷爷？我只要……你们俩其实本质上只是在……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三哥最喜欢和人做交换了。他好像老是都可喜欢等价交换。森文他总喜欢从利益方面做交换嘞。无论如何，我好像都是外人。故意？能干嘛故意把他刺走？他是故意的哩。情商低不代表智商低，他以前没对不熟的人说过这么多话嘞。他很烦啊，每天都来这里。我只是在告诉他一个事实而已。沈文特是个可矫情的，接近他最好甭带任何目的，否则会被当成一场能情俺愿的交易。他是标准资本家出身的少爷，翻脸，对交易对象翻脸比翻书儿快哩。要遵循了森文贴的规划才是村里哩。吃这么快，容易肚子疼。不会哦，恁对俺这种福利院孩的铁胃一无所知。俺吃饭速度向来可快，后来宋官燕试着纠正，也只把俺的吃一变斯文了，一点都不影响干饭速度哩。俺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拜托，俺又不是啥心理委员，让俺开导孩儿，只会变成帮助数百名正常孩儿走出正常家庭。你也要离开吗？不是，俺只是想去接点水。可是你连杯子都没拿。俺能在饮水机前表演空口接水喝，恁想见识见识不？恁不去食堂不？你好像老是没去食堂吃过饭嘞。不去，他们不欢迎我的。谁呀？恁朋友里？我没有朋友。哦。王都是孤独的哩，孤独是正常的哩。反正俺也没啥朋友。中二病吗？恁先吃点这个垫一下肚子，要是不想去食堂，以后能带饭在教室吃。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，习惯一个人躲在安静角落。很多时候，我索性不吃午饭。要是被孤立，
一个人去食堂也会有压力嘞。活动课孤零零的，对小孩也是一样。歌里，我给你的面包，你也给他了？能每天跟吞吞树一样给俺塞物件，俺书包都要装不下啦。我给你的面包，你真给他了？放学给恁再买一个的。要2个。我从不吃亏。好啊哩。咋有种面对宋思君的难产弟弟的错觉？大胆小子，一个不够，竟然还想要2个。俺对成绩没啥执念，混个中不溜七刚刚好。意料之中，完蛋了，我这次可能会被扣零花钱，而且到时候开家长课怎么办？妈妈看到以后绝对会凶我的。家长会里，原谅俺上辈子没上过学，差点忘了这一茬。对啊，每考一次，学校就会开一次家长会。其实家不家长会也是次要的，大家的父母都很忙，来的也是管家保姆之类的。我可以叫家里的保姆来开会。他还有保姆可选，俺只能让爸妈来了。家长会那天，俺将退学。干嘛？开个家长会还能把你的天给开塌了？擦不来吧哩。宋官燕还挺有父爱，从没缺席过宋姨的家长会嘞。俺家只能让妈来开，俺不敢想妈碰上宋官燕时的名场面。宋官燕只要眼不瞎，就兴许看出俺和宋思君相似。要是他再查领养人资料，俺们家以后绝对没安宁日子。过几天的家长会，恁爸会去不？当然啦，我爸爸最爱我啦。那能不让他来不？指望宋官窑不来，少上一天也不碍事，跟妈撒撒娇就好了哩。是你的爸爸拿不出手，才不想让我爸爸来吗？俺爸咋庆幸拿不出手？沈思行在睡觉领域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嘞。他能随地大小睡嘞，半夜俺喊一声，他能迷迷糊糊爬起来，闭眼倒水，再闭眼原路返回。俺爸简直是超人好吗？沈一、赵家豪同学，你们这种情况属于打架斗殴，校方是需要请家长来解决问题的。俺们能自个儿解决的。俺们都是成熟靠谱的吹年人了，求求恁了，老师，甭叫俺爸妈。不能告诉你们家长，平时班里的小孩自己的矛盾，我都校内学生自己调解一下，这群天龙人惹不起。这可怎么好呢？都是少爷小姐的，想装看不到都难。我让我舅舅来，我可以告诉我舅舅，让他来。我要告诉我爸爸，我要告诉我妈妈。俺要说俺哥，最后2个字连俺自个儿都觉得幽默。俺哥有啥用？还不如爸靠谱。我就不用叫家长了吧，老师？我从小到大都是标准淑女，绝不能告诉家里，不然妈妈会失望。你可是出了不少力呢，裴婉言同学。我父母在国外，老师。沈轩，你也是这样想的？我没有意见，爸爸妈妈还是哥哥来，对我都一样。我知道他们哥哥是谁，可这2个孩子也太低调了。他们虽不是继承人，也不该任谁都敢欺负。好吧，既然你们坚持要你们哥哥来的话，
问是沈一和沈寻同学的哥哥吗？对，我就是他们哥哥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你弟弟妹妹情理之中，又意料之外。麻烦你了，老师，还有什么事吗？等会儿我就去学校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沈同学，裴婉言同学是你……让我来处理好吗？当然。谁能告诉我，你们都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从小接受的都是怎样体面快速的解决问题，叫家长简直荒诞。老师，我是沈一和沈寻的哥哥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好好看，男人也可以这么美吗？等会儿，他是你哥？你哥是沈文渠？他明明说爸爸是社畜，妈妈是家庭主妇，怎么突然蹦出一个豪门哥哥？所以沈文渠真的是你哥啊？算是力？什么叫算是？你要带你哥去班里逛一圈，谁敢没事找我们麻烦啊？哼，班里那群人，小一，你完全可以让你哥哥歪嘴邪魅一笑，带你夺回你失去的一切。这听上去好像是傻子力。谁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这间小办公室里，我认识的熟人占了一半？远看群星荟萃，近看熟人开会，太糟糕了。告状的精髓就是先发制人，占领道德高地里，动作要快，声音要大力。那肯定是赵家豪他们先逮，我们这是被动的。然后他就不讲武德。他在学校有2个哥帮忙，俺就一个。你就一个？哦，是吗？那我是谁？又来了，每次面对沈一，情绪都控制不住。他胡说！明明是他先的，我只是见义勇为。你就受着，我以前天天这样，也没说什么，结果是好的就够了。这种小事情处理起来很简单，让他们2个走就行。血风不正，换个学校，老师觉得合适吗？我毕竟不是他们班的老师，退学问题恐怕得询问校长那边。劝也没用，严格来说，沈家才是核心最大的出资人。他抓到由头，想劝退2个问题好人，轻而易举。你凭什么让我哥哥退学？那你也一起走。来之前，我已经让人迅速调取了在场者的背景资料。你爸爸开科技公司的吧？你们公司最近有关于东南亚合作申请，也不需要再进一步推进了。另找更合适的合作商吧。我没做什么吧？我都还没来得及做出实质行动。我才是被强行按在地上的那个，脑袋到现在还有些晕。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吗？我也没办法呀，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可以去和沈家那边的律师团聊聊，或者打个电话沟通一下试试看。我也想面对面调解，可沈文他根本不给机会。沈家！沈家？哪个沈家？还有哪个沈家？那没事了，孩子打打闹闹，正常的。打扰了，老师。现在走，顶多只是换个学校，再拖下去，生意上也可能遭到报复。监控里，宋怡才是被沈怡欺负的那个。出于私心，我没有把宋怡叫到办公室。从监控看，沈怡实在太凶，和沈文他的咄咄逼人如出一辙。
他们不像亲兄妹，倒像沈文他亲生的。多谢你了，姐。没想到裴婉言遇到事儿竟然真傻。没事没事，拿人手短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。谁让沈文他是个小心眼的男人，拿了东西还任由他妹妹被欺负，他绝对会找我麻烦。你们干嘛搂搂抱抱的？不好意思，文姿，小姨太可爱了。关恁屁事？恁都能和鬼差贴贴，俺为啥不能？这小孩这么勇的吗？我给你报的礼仪课你都学哪里去了？张口闭口就这种词汇。俺根本没学，恁报了课俺就要学不？凭啥？我报了，你凭什么不学？我找了关系，才找到专业的教导老师，他不喜欢上一个，我明明听话的换了，他为什么还是不满意？行，恁给俺等着，俺回家也去给恁报个广场舞课，恁也记得去跳广场舞。我？广场舞？对呀，毕竟俺报了，恁凭啥不学？恁不是可懂啥叫做交易不？那俺们俩也做个交易，公平起见，以后周末俺去学社交礼仪，恁去跳广场舞，相信恁以后一定能成为俺们家最出色的舞王，这样俺们俩都有美好的未来了，咋样？哼，早就到放学时间了哩，俺们在办公室磨蹭半天，再不回去，妈都要等着急了。真没想到，你哥在你们面前竟然这么活泼。他在我面前从没有过这样的鲜活，害怕。有时候我挺害怕他的，即使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很温柔，但那太虚伪了，像梦幻的泡泡，轻轻一戳就破。这副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反而意外让人安心。有好戏看。哎，看到那个人是沈家的继承人吧？他是你什么人啊？你能和他大呼小叫？当然是小姨的哥哥。他能是沈一的哥哥？我才不信，你们还真爱撒谎。想挨打不利？对不起。哼。小姨，我可以去你家玩一天吗？老师刚才还打电话给了妈妈，回去肯定要挨骂。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是有用。我今晚先不回家过夜，妈妈工作那么忙，过一天说不定就忘了。俺爸妈都在家里，俺们两个晚上还能一起睡。俺从没和朋友一起睡觉的经历，为数不多和别人睡，也不是和闺女里。除去沈寻，最多的就是宋思君里。宋思君那小孩黏黏糊糊，总黏着俺说啥没安全感的鬼话，不管哥还是弟弟，肯定都没和闺女儿贴贴要好。你们家里有没有睡衣啊？没有的话，我让司机送来。有的，俺妈给俺买了好多，不管裙子还是睡衣，俺都有可多。有时俺怀疑家里金钱方面容易捉襟见肘，是因为妈把大部分花销都用来打扮俺了。你被讨厌了吧？我才没有，被讨厌的只有你。我就像个工具人，沈一用完我，扭头就不理人了。沈一，你在办公室为什么只想到了沈寻？我不是你哥哥吗？他几乎很少叫我哥哥，甚至从不承认她是我妹妹。我就没见过这么难搞的小孩。因为四哥好嘞。所以呢？我坏？那你倒是让他帮你收拾烂摊子啊！整天就知道沈寻长沈寻短，他真没半点想过我这个有用的哥哥。
能是啥易燃易爆炸型人格不？为啥恁好像在俺面前尽是在破防？他在裴婉言面前风度翩翩，出具人形哩，到俺这儿动不动就化身狼人，一言不合就恼羞成怒，有病吗？这不是嘞？妈，俺带朋友来家里玩啦。这是女儿第一次带朋友回家，欢迎哦，宝贝。妈妈先去给你们拿点吃的。森思欣懒洋洋嘞，不像会在乎孩儿考多少分的家长。签字，要不是必须家长签字，我才不给他看。叔叔好。你好。哦，你考的确实还不错，全部满分呢。但是别骄傲。什么？谁骄傲了？恁干嘛不说话？当着朋友的面突然沉默，俺也可不自在哩。没关系，笨笨的已经很可爱了，反正他一直也不聪明。第10就第10吧。俺才不笨。俺其实没咋认真答题，俺脑子本来就灵光嘞。能后咋办？反正有时好有时坏，不如一开始就考得普通，以后也没压力嘞。俺在学习上确实没啥天赋。不是说好的不薅我了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说话不算话，快给爸爸道歉。小姨真可爱，我闭着眼睛都考不出第10。沈思行，你再敢说我女儿，我今天就把你就地正法了。第10，真不错，妈妈可是从小就不及格，经常倒数第一。没想到我们小姨第一次考试就这么厉害了。对了，小姨，你知道排你上面的那些同学家住哪里吗？或者你可以把他们都请到我们家做客，我到时候就去厨房给他们拿点好东西。啥好物音儿？为啥妈突然要给排在俺上面的同学拿好物件？只需要按照名单排名，一个把排在小一上面的人，他不就是第一了吗？这个计划简直太完美了。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样的天才？妈妈的脑回路向来清奇。可是我也是排在小一上面的人。爸，恁还好不？妈力气好像有点太大了哩。俺第一次看到人的脑袋能像皮球一样被拍飞。没事的，小姨。女人有点脾气，这才叫豪迈呢。你妈妈今天敢打我，明天就敢打天下。他被打疯了吗？我们结婚吧。在温雅看来，我们的初遇是一见钟情，两情相悦。实际上，我是被打服的。最开始，我根本不服，
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上来就要和我结婚。我从沈家那种封建家族出来，本能的傲慢让我有些不屑的。他一拳打折了我的肋骨，然后我服了。年轻时的温雅是个笨笨的天然呆，当然没有说他现在很聪明的意思。为摆脱这个武力爆表、脑回路清奇套的少女杀手，我也找人反击过他。可那些行动全都失败了。我明明派了10多个人，还以为他已经被打趴了。这2天不知道为什么归党的老大把我悬赏了，我费了好半天功夫才解决掉他们。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把我的悬赏射掉，我还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呢。以他的力气，一巴掌能把我扇飞2里地。嗨，老婆。所以，这是一见钟情吗？当然不，我当年完完全全是没招了，被霸道杀手强制爱了。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家长会？下个星期嘞。那妈妈明天就去买衣服，到时候一定打扮得美美的。学校就是战场，我可不能给孩子丢脸。等等妈，其实家长会可多同学的爸妈都不会参加的，即使俺自个儿不去，也怕宋官行查到妈这边，保险起见，最好甭让他们碰面。俺能让三哥给俺开家长会。我不去，我还是个学生，我还受伤了。哦，俺可怜的哥，快让俺摸摸，以后谁敢让咱流一滴泪，俺就屠他一座城。恁放心，谁敢伤害恁，俺就把他们。你杀鸡都费劲，他总嘲讽我是白斩鸡。至于沈一，他才是真正的胆小鬼。能帮俺开一次会吧，俺求求侬啦！何锦的绝代天骄，家族唯一的继承人，自家桑最完美的男人里，这些词汇都不足以形容恁的万分之一。以后俺不需要再祈求上帝，因为俺的神来了。我承认，我被谄媚爽了。不行，我不敢挑战妈妈的权威。他是真的很想去开家长会。我要敢答应，等会儿躺地上的就是我。恁之前不是答应俺，要是俺去陪恁参加晚宴，恁接下来1个星期之内都要听俺的不？可现在1个星期的约定已经过了，我养伤都养1个月了。俺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一坎。捡这个没诚信的资本家，还要举报呢！等等，我胳膊还没好全呢。谁在乎啊？能看看俺娘恁不？有句话你听没听说过？谈合作的时候就要仔细听清楚交易内容啊。没听说过哩。没听说过就对了，因为这是我瞎编。恁这么讨厌，在学校就没人背地里偷偷骂过那不？他值得世界上所有恶毒的辱骂里。谁敢在背地里骂我？敢骂我的都在地里了。何景没有什么校园 F4，
我就是最核心的存在。即使这里财阀官二代云集，我的背景也是顶尖。敢得罪我的，哥，那能不能保有恁这么伟大的脸，做这种狡诈卑鄙的表情呀？太像电视剧里的卑鄙反派了哩。哎，我说，你们家的人相处方式可真是奇怪，竟然是这么硬核的相处模式。我放你！这种双向夫妇的病情，果然如此。唉，吃不下了。我妈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家长会她就不来了，让保姆阿姨替我去一趟。真是太棒了！作为家里长女，我最怕妈妈那双深邃的眼睛。就是这样，绝对不是因为我考得不好。真羡慕恁，俺该咋也能让俺爸妈不去学校哩？可你父母看上去很期待啊，你如果不让他们去，他们会很难过吧？是啊，妈是真累，可想去，所以家长会那天俺就不去上学了，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嘞，无所谓，天又塌不了嘞。好啊，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好闺蜜嘞！对了，你看，我存了你爸爸的联系方式。哎哩，那还真存了俺爸手机号。俺以为当时审讯随口一说，他也就随便一听。你哥哥当时看上去挺认真的，我回到家就给存上了，万一真遇到什么麻烦呢，对不对？但我感觉还是存你妈妈的手机号保险点。你妈妈力气可真大。俺也觉着俺妈简直是超人！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凉薄。果然不是小孩变坏了，而是坏人变小了。而你，我的弟弟，坏，你还真不是一般的坏呀！这么喜欢给哥哥找麻烦吗？是不是你找人举报的我？死胖子，你在外面还是注意着点吧，当猪宰了。真过分，哪里有这么跟二哥说话的呢？我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也要见妹妹。你们都相处1年了，居然瞒着不告诉我。作为哥哥，我心都要碎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去死吧！小时候沈如若就是个胖子，那时候还算正常，长大后却幼稚又恶劣，像人格分裂一样。我上面2个哥哥都是神经病，大哥是个彻头彻尾的上位者。面对大哥，我是真没招，但这个四处惹麻烦、疯疯癫癫的二哥，我还是可以对付。你为什么要拦着我呢？明明是你一直在告诉我，他是个穷鬼，没人要的野孩子，现在又不让我见妹妹。你不喜欢他，不如把他带出来，给我养吧。我一个人很无聊啊。你会养小孩？这么不信任我吗？我当然会养啦，我会对他很好的。拜托你了，带出来让我见一见吧。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。绝不能让这种精神状态堪忧的人靠近沈怡。我有时候也疯，但绝不是那种前一秒嘻嘻嘻贴人，下一秒就结痂的那种。爸爸妈妈连你们住在哪里都不肯告诉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
查到了你们在哪里读学。我可以直接去和景的学校门口堵妹妹哦。嘲讽程度拉满了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只要事情不关我身边的人，谁都没关系。可一旦牵扯到身边人，不安就会蔓延，紧张和焦虑也会变得不受控制。你家人看上去身体……这3个男人一个比一个蔫吧。哥，你的眼眶下面这么黑，是被人……不，我虽然坏，但我绝对不算变态。变态这种生物，在我们家是强中自有强中手。那啥样才称得上变态？你二哥那样的。问题是，俺二哥搁哪儿？俺都没见过哩。这个星期约会没有，礼物也没有。今天怎么样？去看着点沈一。我不是保姆。我和2个小孩子实在没什么共同话题。我实在没人诉苦了，跟班里几个塑料姐妹说，不可能，说了绝对会被他们私底下笑，只能跟着兄妹俩吐槽。他们对沈文他的恶劣程度是有目共睹的。啊，沈文他那个人啊，简直就是个木头，而且反射头能绕地球一圈，真是惬意啊。对了，小一，中午我们活动很多女孩子会一起聚餐喝茶吃东西，你要一起来玩吗？还能不？当然没问题啊。你不和我一起了吗？那我也要去你们活动室玩。抱歉了，小寻，我们活动室内都是女孩子，你没有被邀请哦。回见哥，一会儿再见啦。我的社交圈相对干净。全都是桂花。这是天堂不？嗨，婉言，你今天怎么带了个多年级的小朋友过来？这是沈一，沈文特的妹妹，我带她过来一起吃点东西，认识些新朋友。尝尝这个，你应该会喜欢。这个圈子阶级分明，十分看重家世背景里，出身优渥的孩儿普遍比普通孩儿早熟，年龄差距在这儿并不是问题。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圈子。好，俺是真累饿了。小一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哥是不是有点鬼？为啥这么说嘞？俺还是个孩儿，俺听不懂。因为我总感觉他的情绪淡淡的、娓娓的，情绪偶尔还不太正常。不能吧？他在家跟……俺平时都不敢和他对视3秒，生怕他那种出门不被人都是稀罕事哩，所以咱可惜淡淡的、娓娓的哩。我平时已经算是个很好的，长期这样相处，我也渐渐心力交瘁。我不是没试过把他，可他防御心太强，也太……只要察觉一点不对，他便反过来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为什么还这么不知足？一个合格的你，为什么会要求这么多事情？你要的我都给你了，
还想要我怎么样？每次听到这种话，我都有点想冷笑。我就是激起自我，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。我还得盯紧沈一，不能让他落到沈如许手里。沈如许这病，肯定是故意这样整我。哎，文慈，我刚看见你妹妹和你去女生活动室那边了。他们去那边干嘛了？还能干嘛？女孩子嘛，聊聊天，吃吃点心，喝喝茶，说不定还一起睡个午觉。他们那边中午可热闹了，跟我们这种野生活动室可不一样。让沈一和他们一起，他们绝对会带坏他的。你带沈一去你们楼的活动室了？嗯，对。怎么了？把他送回来。算了，还是我直接过去吧。等，他经常这样挂恁电话不？不是经常，是一直。姐，恁有这个忍耐度，以后做啥都会成功的。跟我离开这里。恁没啥事吧？我有什么事？我很好，我很好。不俺才甭跟您走，这儿可好，俺要在这儿玩。即使不去结交朋友，只看周围闺女说说大笑也可好。这份只属于少女们的轻松氛围，让俺久违的放松下来。我听得出他刚才电话里的怒气，但却没想到他会直接闯进来。小姨才刚来没一会儿，她很喜欢这里的。这里？这里有什么好的？破地方。他在公开场合不是向来都维持基本绅士风度吗？这么难听的话是怎么从他嘴里蹦出来的？那真是你哥哥吗？俺不认识他。他还真是半点面子都不留给我。我知道自己的语气很差，换做以前，我或许还能装装样子，心平气和把人带走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带他来这里玩了？我只是让你看好他吧。可是小姨在学校根本没有别的朋友呀，你没意识到吗？女孩都有自己的社交圈，上流社会更是如此。合照里谁站 C 位，谁站旁边。家世很好的女孩却没有朋友，甚至连都没有，很不正常。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，可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他有审讯不就够了吗？还有个小女孩叫什么忘记了，我身边的朋友也可以让给他。这是人类能发表出来的言论吗？朋友难道还有要把他的朋友让给沈一？可冷不丁听到这种雷霆发言，我真绷不住了。你能不能出去？他不要面子，我还要呢。先离开女生实用室，行吗？等午休时间结束数，我就把小一送回去。对嘛，俺就想在这儿玩一玩。俺们休息室里面好无聊了。不行，他就是想把沈一带坏。你凭什么带走我妹妹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小一又不是3岁小孩了，凭什么要你同意？我是他哥，婉言，你总是这样，喜欢交些乱七八糟的朋友，但毕竟那是你的交际圈，我从没管过。请你也不要把他们带给沈一。我一直都能忍他，但前提是
他在外面得给我面子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我周围的朋友贬得一无是处。我是好面子，喜欢昂贵漂亮的东西，可我又没任性一点怎么了？他明明一直清楚我的缺点，却总用施恩的语气。好女孩不该是你这样的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人性格这么……以前他就是也能出全秋市那副彬彬有礼的模样，他从没这么气急过，看来今天是真急眼了。我都没说你带我妹妹和这群一起呢。对上这样一个不讲理的人，人无语到极致，果然会笑。你这个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说我的交际？因为你们都是一路，你每次都赶走身边的其他人，也不是都在乎我，只是单纯想确保在外界眼里，你是我身边唯一的女。理所当然，所有人也会觉得你一定是我未来的。那你不还是你个……我都忍你很久了，你就这么喜欢打败人？小时候很，是不是想要像娃娃那样的芭比娃娃？你妈妈没有给你买过，长大以后什么都往我身上堆。再贵又怎么样？我真受不了他。我是还是珠宝架子？那你还收？这比他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模样有意思多了。最开始我也不敢这样跟他争吵。沈文思小心眼，在我眼里，他又是个很臭的男人。可吵到现在，我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彻底断了。我凭什么不收？那是我的精神损失费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坏人！你这个斤斤计较的男人！我每天见你都要提前打扮3小时，你呢？穿这个衣服就出来见我，你真的很装啊！他确实不喜欢打扮，全靠一张脸撑着，每次都随便套件衣服就来见我。我精心打扮好几个小时，他套件衣服就来，谁懂这种挫败感？哼，我早就想说了，你每次见我时候身上的香水味太难闻了，连头发丝都是香。我才不喜欢什么香水，再贵的牌子，闻起来有……这一趟来的真值啊！早知道裴婉言和沈一相处这么有节目效果，我就录下来，等过年时候看了。你被了，沈文慈，我绝对不能先被，不然今天的事传出去以后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干嘛？我还真没想过这一招。我才不在乎这些。但你以后不许再来找沈一了，不能让沈一再接近他们一点。再不，我只要忍不住。对了，临走之前我得再说一句，你真该再回去上上礼仪课了，裴婉言小姐。你看，我就说他该多上几节礼仪课吧。你以后离他远点，不然迟早会被他带坏的。俺真求嫩了，唉。俺不明白，恁对礼仪课到底有啥执念嘞？礼仪课给恁广告费了，还是恁接礼仪课来代言啦？不怪裴婉言被气得破口大骂，换谁不发疯啊哩？他说了半天，他就回一句：“恁真该去多去上上礼仪课了。”就是生人来了也绷不得礼。这是一个淑女的必修课，在很小的时候就该被勒令教导了。但俺不是淑女，俺是闺女。当然，我也没指望你成为一个淑女。
算了，我已经放弃让他上课了。总感觉他以后会朝妈妈的方向发展，淑女什么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他有缘了。比的就是谁更……啊，还以为我才没有，我才是那个被可怜人。我是你没必要参考，你只需要记住。俺根本没想过这么远的事。那还有别的事儿不？他火急火燎把俺从活动室拽回来，搞得里面有……没事了，你可以回你们教室了。都怪恁，俺都没时间睡觉了。俺本来都准备吃饱睡一觉哩，好好的事全被他搞得一团糟。我也没睡觉啊。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，都怪沈如虚。对了，你真的需要朋友吗？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你要吗？朋友这种东西，他要是想要，我一会儿就打包给他一群。不，俺甭睡恁的觉去呗。下次甭找俺了，可无聊啊恁！好凶，真是的。明明我很认真在给他想办法，我的朋友都可以让给他呀。这发色是他从母亲那里留下的最鲜明印记。你也会怀念曾经吗？被困在过去的不只有你，思君，所有人都在后悔。如果你真的被困在过去，他之前明明还是个傻乎乎的乐天派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他一夜之间成熟了这么多？思君连一句关心都没有，反而指这就是你宋怡的原因吗？好几次了，要不是发现的及时，宋怡差点就被你拿。爸爸，你为什么总是那么……你留不住妈妈，也找不到姐姐，现在也只会拿一个冒牌货来安慰自己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……不过就算你找到姐姐，你也不会在意我们，你只会觉得终于对得起妈妈了，然后把我们当做没什么用处给无视掉，对不对？不，我不会，我会补偿他的。我是他的父亲，思君，你为什么总是带着最大的恶意揣度我？那你倒是让宋怡……你总以为带一个假的就能填补家庭的空缺，可对我来说，无论是他还是你，你们谁都也比不上我的姐姐。我和姐姐才流着一样的血，她是无法比拟的绝对唯一。只有血脉才是唯一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亲生女儿，给死去的妻子交差。那人绝对是电脑高手，或者身边有擅长这方面的人。痕迹删得太干净，连天眼都找不到。思君，宋怡的事情能找到了你的姐姐，我一定会把她送走。我也很想找到我的女儿，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样的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和你不应该全分我。我和你才不一样，我和你才不一样。我这辈子生死都是为了他。周一就要开家长会，得给小一好好打扮。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。你们两个感觉怎么样？好看。好土，丑，精致的土，难如看。我是不爱打扮，但我喜欢打扮别人。他以前绝大部分东西都是我挑的，妈妈这种风格
真的格外难看。你说什么呢，你个臭小子！其实俺也喜欢这种的。清朝审美吗？果然如此，恁甭再说话了。本来就是。妈妈，其实我之前就想说，打扮小孩子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换我来的，我还挺喜欢打扮人的。亲爱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别，一身我怎么敢抱一身香味的你呢？这又是你从哪里看的非主流伤感语速？你不觉得这很忧郁吗？开个玩笑，我是怕被小姨再闻出来，待会儿还要再编点理由糊弄她。小姨嗅觉太灵敏了，我现在一回家就用各种沐浴露和香水，唉，整个人都快腌入味儿了。你们那群同伙打算什么时候准备收手重新做人？他们没有再拉你入伙的打算了吧？暂时没有，不过还是会经常给我汇报他们的行程安排。我都800年没和那群不法分子联络过了。那帮前同事想把天捅破，也跟我没关系。自从当爹后，我就彻底成了社畜。喂，你喜欢钻石吗？我收藏室里面有很多。这个年纪的小孩就算不喜欢珠宝首饰，大概也会喜欢亮晶晶的漂亮东西。我以前攒了不少没什么用的各色钻石，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爱好。钻石补，感觉没啥用处，俺不需要。不是所有东西都必须得有用处的，就像我喜欢的东西，就算没有用处，我也要得到。考虑太多可不是一个小孩子该想的。你只需要回答喜不喜欢和想不想要。喜欢，想要哩。虽说没用处，但谁收到漂亮的钻石都会开心的咧。这才对。我去给你拿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送给他。我对一个人好，下意识就是送东西，别管对方需不需要，反正我就喜欢送。也不知道他压箱底丢哪儿了，或许搬家时早丢了。好中看哩。太懂事，毫无追求，这种性格可不太好。我得掰歪一下他过正的三观。以后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告诉我好了。你好像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，小一。不止我发现了，家里人也早知道他古怪在哪儿。我不喜欢他懂事到好像毫无追求。爱好可重要不？俺可满意俺哥现在的生活，或者就早就可好了。听上去更糟了。该死的孤儿院到底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她一定在那里被欺负惨了，才有这种过于朴素的想法。原来这是你想法吗，小一？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活着就很好了，这话听着就很不对劲。随口一说而已，他全听见了。因为俺们这儿死亡率好像有点高，所以俺感觉能活下去就早就可好啦。说的也是呢，我才不信他的鬼话。不过既然小姨这么担忧安全问题，那爸爸提前送你个7岁的礼物怎么样？就当是给你增加点安全感。啥礼物呀？小姨，你一直都是个有点敏感，并且长期缺乏安全感的孩子，但你也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你能猜得到爸爸在做什么的，对吗？翁里，是的，俺早就猜到了，这些细节足够形成骤然变得如道，一个格外简单的推理嘞。
可为啥爸为啥突然要和俺玩坦白局？看吧，我就说我们小一是个聪明的孩子。俺只是不想戳破，没想到他会突然自爆。那么小一，你会离开我们吗？会想换个父母吗？恁看上去可普通，俺们是一样的。不会嘞，俺难道是啥裸袍文女主角不？为啥要好端端逃离这个家？那么小爸爸课堂开课了。首先，没安全的小孩子要先自己培养安全感。我一直算不上称职的好父亲，儿子们开之后不用再管，养女儿却得多费些心思。俺这一天过得可真刺激，先是社畜爹冷不丁自爆，我早就在好奇，等你知道爸爸妈妈职业是什么后的表情了。毕竟爸那个样子，真嘞可一言难尽。会害怕吗？不会，都说了俺不在乎。真的吗？我们还一直以为你会哭。为啥？因为一个正常的女孩都会感到害怕的。那俺确实也不太正常。俺哥现在只会觉得爸和妈都好酷。猜测被落实后，俺反而轻松多了。对俺来讲，家人干啥都没关系，反正只要是家人就好了哩。真奇妙。也对，能在孤儿院门口大胆拦住爸爸的，又能是什么正常小孩呢？我可以不去吗？好想睡觉。不能，每个负责任的爸爸妈妈都不会缺席自己孩子人生中重要的家长会。真的吗？我小时候，我父母可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，都是家里的管家或者保姆去。那是他们不正常，家长会当然要父母亲自去，才显得重视。好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快出发了。老公，你确定不稍微打扮一下？妻子的容貌，丈夫的荣耀，有你漂亮就够了。那倒也是。小一、小寻，妈妈今天要先给你三哥开家长会，让你爸爸去你们班里帮你们开，好不好呢？好。为什么还有我的事情？妈妈，我都上初中了，家长会根本不需要父母出面。因为妈妈也是突然发现你已经从小小的变成大大的了，但我还从没给你开过家长会呢，这叫做一视同仁，宝贝。从小小的变成大大的，这是什么神奇的形容词？俺最开始担心被宋官言认出来，给家里带来麻烦。可哥现在晓得爸妈的真实职业，以前的猜测全得到了证实。除去惊讶，俺反而前所未有的放松，也没啥好怕的了。好了，孩子们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爸，俺好像踩到了死。零个人想听到这句话。
们俩安分一点，好吗？还有你，小薰。沈一干点什么坏事，他总喜欢跟着一起。还好这次没两个人一起踩粑粑，不然我真的会裂开。你们教室在哪里？我以前也在这种环境里面读过书，不过那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。那爸在国外待了多久呀嘞13年。真是出人意料的转折，丽丽。中北。唉，真不想出门，我就喜欢昏暗、没人打扰的环境。不晒太阳会发霉的，大力。看着就好乖。你好丢人，爸爸。你不懂小薰，就算再冷漠的杀手，看到你妹妹这样可爱的孩子，也会笑出声的。合欢不只有富家孩子，也招收聪明学生拉高分数。不玩了，人就是赢。毕竟你是笨蛋。掐着点儿，散会前就拎着他们赶紧走。我真受够这种环境了。长相节外眼熟，有点像什么呢？向思君。选门口的位置就是为了第一个冲出去。家长会什么的最讨厌了，请让一让。在哪里？那个孩子。学校太大了，这样盲目搜索和大海捞针没有区别。爸爸，你怎么丢下我了？别的小朋友都被父母带走了。小姨，我问你，你们班里有没有一对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的，可能是姐弟或者兄妹关系？那个女孩的父亲穿得格外朴素，不像负担得起国际班学费。或许不是国际班，而是隔壁实验班。我不想理你了。找了这么多年，刚看到一点希望，又没了。我不记得了。我们班里有很多。国际班亲属关系复杂，亲兄妹、堂表兄妹和远房亲戚都有。宋一不擅长观察，记忆力也不出众。他只关注谁对他好，谁围着他转。我差点忘了，这个女儿的脑子向来不好使，可她实在是太蠢了，1个多月连同学都记不清。我记忆力出色，妻子观察敏锐，宋思君遗传了我们的优点。冷静，或许那个女孩只是有些相似。这么多年，全国各地像宋思君的女孩，我不是没见过，但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不去在乎。去查，我要核建学校小学部国际班实验部所有女孩的入学档案、家庭背景信息，立刻，马上！还是爸爸跑得快吧？你们2个小家伙睡得可真香啊！我已经很久没体会过这种被迫听课的痛苦了。可再有耐心的人，也不可能在家长会上耐得住寂寞。手机连信号都没有，太残忍了。但爸能跑得也太快了吧，跟有鬼在追一样。没办法，我讨厌学校。我也讨厌。
那爸你在学校的成绩是不是可糟糕？总感觉爸年轻时天天都在研究咋搞事儿。错了，我在学校闭着眼睛都能考满分，这一点我还真没撒谎。俺恨聪明人。闺女真有意思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她都能积极给反馈。好啦，开玩笑的嘛，实际上我也是个笨蛋。那个叫沈一的孩子，有没有他的家庭地址和其他更详细的资料？抱歉，宋先生，我们调取了学校档案库，这个孩子的档案除了名字和班级年龄，其他信息似乎被特殊处理过，或者入学时就根本没录入完整。我们尝试通过其他渠道，但目前没有更详细的资料。其他渠道也没有？没有。这么多年的寻找都熬过来了，我不能过于着急。你再查查看，他是不是有个哥哥或者弟弟，去调一下和他同天入学的男孩资料。这家人所有的资料都太诡异了。那个叫沈思行的，明明只是个普通男人，他怎么能把2个孩子都送进国际班？或许问问宋怡，能得到一些答案。那段时间，我确实颓废了很久。某种程度上，我确实无视了幸存儿子的痛苦。宋怡的存在，本来就是我自欺欺人的产物。我想用它填补女儿留下的空洞。他们家的资料就只是这样，不怕资料复杂，就怕简单到近乎空白。越简单，越毫无线索。只能趁孩子们上课，直接去学校找到那个小孩，只要拉他做个亲子鉴定，一切就都明白了。有点疼嘞，俺好像睡魔怔了。那是啥物体？重生都能发生，再来点怪事也不足为奇哩。可为啥怪事总能找上俺嘞？我是系统，养成系统。恁晓得吗，系统？抱歉，但其实我不该找你的。那恁倒是走嘞，俺还要睡觉嘞，俺明天还要上学。要是俺不好好学习，俺妈会扣俺零花钱。虽然很抱歉，但我还是得说，你打乱了我们的世界观。我们得纠正这一切。啥玩意儿？你的同班同学宋怡和陆明妖是这个世界的核心，这个世界的主角。所以哩，俺以前就是他们 play 中的一环不？原本是的，但你跳出了原本的设定，导致我们的世界乱掉了。那恁想咋样？拨乱反正不？不，谁做主角都可以，主角并不是固定的，只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故事链，谁都可以。主角的身份没有什么加成，最多确保不会轻易死亡。气运落在一个人身上时，对方如果轻易死掉，世界会崩溃。你想做主角吗？不瞎哩。俺哥现在只想睡觉，只有休息才能让俺满足。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为什么很厉害吗？因为他们是杀手嘞，有点本事可正常呗。但杀手不能100米跳楼还安然无恙，杀手也是人。所以俺爸妈不是人类。因为他们都是反派，
还是一本漫画里面出场率极高的反派，伤天害理的坏事，他们随手就干了。男女主的最终目标就是负责消灭他们。那你有啥用？如果你不想做主角，那我会负责你变成一位合格的反派，小一。然后被主角打死不理？不，你想做主角还是反派都无所谓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请不要对我抱有敌意。俺能问问为啥不？你比较有前途。宋怡这个女主角的命运已被炮灰沈一重生改得一塌糊涂。我选中谁，谁就是这个世界未来的主角。原本该属于宋怡的我，觉得她已经救不回来了。不救宋怡，换个主角也一样。反派或主角都只是一种称呼。这种外来的神秘物种不能随便相信哩。你的世界是由一本漫画构成的，其主要角色就是你班里的同学陆明渊和宋怡。漫画围绕他们所组建，只要是他们周围的一切，都是为他们的工具人。曾经的沈一就是主要工具人之一。谁能想到，好端端的工具人跑去和反派为伍了，就离谱。他把原剧情搅得一塌糊涂，应该掰不回来了。那就换条故事线，我努力，重新再运行一个新世界吧。我觉得反派女主的养成日常也很有意思，你觉得呢？之前是团宠万人迷女主，现在换个反派也行啊。本来是团宠女主拥有系统后走向人生巅峰的故事，永远，所以宋怡永远自带亲和 buff、幸运 buff。这是主角待遇，也是我给的 buff。宋怡拥有的一切，我要果断收回去。我要换一个主角。真是好理智的一个生物嘞，与其叫系统，它更像维持世界稳定的秩序者嘞。你也不必在意宋怡，有我的帮助，你会逐渐成为主角。那能有系统商店不？没有。道具里？没有。比如，可能触发时空乱流，进行一次时间旅行，停留一段时间再回来。这个功能听着不错，可 bug 太离谱了，能不碰就甭碰。万一他把俺传去侏罗纪，上演人类大战恐龙不？容易演变为人类一败涂地。之前妈妈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训练方式有什么问题了，现在看来完全没问题啦。我今天订了飞国外的机票，又是无人在意的一天，亏我早起2个小时，趁孩子们都在，提前给他们打预防针。没有人挽留一下我的吗？爸爸，你不会说话是可以闭嘴的，儿子。俺们会想念恁的吧？出差越久，往往意味着报酬越丰厚。雇主在外国，内部也错综做复杂，需要提前熟悉。这种的时间都要久一点。你们认为我打扮成这样会不会更帅一点？遇到难回答的问题，我一般都会畅所欲言，但对家人不好使，畅所欲言容易挨揍。怎么样呢，小姨？
据说刘海梳起来会更有成功人士的感觉。我的刘海总忘记修剪，也有点挡视线，索性全梳到后面。俺感觉兴许会有点糟糕。你感谢咱姐花型的可好啦，再来吧，记得啦，不然兴许会越努力越心酸哦。爸像那种昏暗技术台，浑身气息都淡淡的里。这个世界包容性可强，人类的喜好也多种多样，唯独大背头不可取。合环建设初期，我投了不少。我想见一见沈一。老师，可以把沈一同学叫出来一下吗？我想和他简单聊几句。沈一同学，外面有人找你。有人找俺？又是三哥无聊，找人来盯着俺不？小朋友，你叫沈一对吗？对，恁找俺干啥？俺又不认识恁。我从没见过说话这么不客气的小孩，我恨不得立刻带他去做亲子鉴定。可在第一次见面，不能吓到他。小朋友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我有个孩子丢了很多年，你和我儿子很像。他有个姐姐，和他是龙凤胎。你和我的儿子实在太像，所以我才一定要见一见他。宋思君看着可惨，俺不喜欢回忆过去，可这张照片还是让俺想起记忆里的弟弟。那是俺上辈子刚回宋家时看到的他，他到底是咋把宋思君养成这样的？这个疑问甚至暂时压过了俺对他的厌恶和警惕。这是恁儿子不？他看上去的状态可糟糕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给他找了不知道多少心理医生，几乎没有任何作用。我根本毫无办法。俺这类可不喜欢回忆过去。姐姐，我不知道他们在欺负你。你等我长大好不好？等我长大，我就可以保护你了。俺的遭遇让他不断崩溃、痛苦。这辈子，俺老是以为不去见他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毕竟，宋思君没俺才会过得更好。你想见他吗？关恁啥事？俺要回去上课了。俺还没决定好要不见宋思君，就算真要见，也不岂能跟宋官燕这个垃圾走。什么？沈一同学，那是宋先生。宋官燕是响当当的首富，怎么可能和两个字扯上一回？俺不管，学校有，俺要说俺哥。宋官燕是成年人，至少还讲道理，可沈一那个哥哥根本不讲道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我可不想卷进这群天龙人的漩涡。什么宋先生不宋先生的？
我这就让他滚出我的课堂。抱歉，宋先生，您看，您好像吓到我的学生了。我们要继续上课了，不如您改天再约时间。虽说可抱歉，俺又狐假虎威了，但提俺哥确实比自个儿和老师瞎扯半天强多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很正常。或许我该换个方式，找他的父母聊聊。成年人之间总归更好沟通，也能得到更真实有效的信息。刚才谁在找你吗？沈一难道有校外的好朋友吗？一个大……换成三哥，肯定会不依不饶的追问到底，但我不会。小一这么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俺老是以为宋思君远离俺才能幸福，咋会变成这样哩？俺哥现在急需找个人说说话。这孩子怎么突然来找我了？平时都是我主动找他。看什么呢，婉言？怎么了？来这里找你哥哥吗？好吧，那看来是想找我了。原来还是个爱看动画片的小孩子啊。还有呢？这都是俺喜欢的书。不许看了。没收。阿丽，这种东西简直是毒物。我从大家族出来，是古板了些，这种古板事，我一点也不打算让步。不要荼毒小孩子啊！俺付出真心，竟然被人这样对待。俺哥现在又不需要看这些物件。他不高兴，貌似不全因为书被收走。我说，谁又让你不高兴了啊？愁眉苦脸的，告诉你哥去呗。这小女孩的情绪简直写在脸上。除了家里破产，我们这样的大小姐还能为什么烦恼？俺本来就想找他倾诉，人事的人里，也只有裴婉嫣能聊了理。俺有个可亲近的人，俺老是以为他过得可好，毕竟他家里条件可好，家庭虽说不算圆满，起码也会幸福。俺怕俺贸然去找他，会打破他的生活。可现在俺总感觉他过得依旧可不好。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觉得他幸福，这只是你的主观判断，你觉得有什么用？我也不太懂这些乱七八糟的感情问题。我做事向来不会瞻前顾后，想这么多，还不如直接见一面。只有亲眼看到了，亲口问过了，才能真正安心，不是吗？想要什么，就去争取。即使过程可能难堪不安，也比长时间犹豫、自我内耗好。是了哩。要是不去亲眼确认，俺永远只能活在猜测里。而宋思君，或许也活在看不见的煎熬中。无论俺在不在，俺明白了，多谢您姐。不客气。不过小一啊，你不会吧？你哥要知道会发疯的哦。是吗？好吧，好吧，你快回去吧，马上要上课了。事情不涉及我时，我也是个乐子人，还真想看看沈文他这发疯的模样，场面一定很有意思。
我是那种会被威胁的人吗？那咱会怎样猜？那肯定不是了，俺还是个小孩哩，那可是俺弟弟。看他那副样子，太好玩了。盯紧照片上面的这个孩子，他们父母如果出来，你们路上跟紧一点，摸清楚他们家庭住址以后，请他们来我家喝杯茶。重点是照片上的那个孩子，到时候第一时间先取个带发根的头发交给我。说是请，实际要直接把人强行带来聊聊。很普通。她和丈夫看上去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庭，这种人给点钱或许就能打发。先别动手，跟紧他们，把他们家庭住址弄清楚再动手。我查不到这家人住在哪儿，这一点很不对劲。保险起见，先确认地址。眼前这段路明显不对嘞，这不是回家的方向嘞，也不是去商业奇的路嘞。是冲我来的，还是冲沈思行来的？那只能是沈思行扫尾不干净留下的小麻烦。我大概有10几年没被这么夜爷的人跟踪过了，这跟踪手段烂得要命，每个人都漏洞百出。你们也是这里的住户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先生有事找你们，当然你们俩不太重要，重点是这个小女孩。这位女士，你如果识趣一点的话，就跟我们上车吧。我不去。这么不识趣吗？那位先生也真是的，区一个女人，还叫了这么多人，钱都不够分的了。明明我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事情，这女的长得真不赖。你老公还真是放心啊，让你一个人就出来接孩子。我已经很久没听过这么好笑的对话了，从来只有别人倒在我面前哭着求饶，没人敢这样讨论我。不过，为什么会有人想不开来抢我的孩子？你们先生要找我女儿做什么？你就死心吧，就算求救也没用，这个地方根本不会有人过来的。是他自己倒霉，非要拐进这里。这里真的不会有其他人过来了，对吗？妈都快要笑死了嘞。对，你就算叫破喉咙，都没人会来救你们的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谁能想到武力值爆表的女人会选择当家庭主妇？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们第一眼就该逃。他要我们拿到那个女孩有发根的头发，或者取点皮肤组织，有血液更好。这不就是想验 DNA 吗？他们咋样了？可能有点死了吧。放心吧，宝贝，如果疼，他们是会说话的；没说话，就说明不疼。他们应该夸我善良才对。老公，我们今天被人跟踪了，
我还以为是你扫尾不够干净，留的一点麻烦，结果目标是我们女儿，太奇怪了吧？小一一个孩子能惹什么人呢？那个人姓宋，我怀疑就是那宋官言。说起来，这人可真奇怪，他自己没女儿吗？盯上我们的女儿。我明白了，我再查查他。我有点脸盲，虽然这样说很抱歉，所有人在我眼里都长得差不多，每次都得反复确认目标。小孩子就更像了，说是龙凤胎兄妹，可宋怡和宋思君一点也不像。这个男孩反而更像小一。我原本找了5个人，请那女孩的家人过来谈谈，到头来全没动静，大概只是不小心跟丢了，所以没来找我结账。还得想办法接近那个孩子，验一下 DNA。最和平的办法当然是和他父母谈。再平凡不过。长相像白开水一样寡淡，打扮不修边幅，在普通公司当职员，还经常无故翘班玩失踪。怎么能给孩子提供优渥的生活？必须加快速度。等拿到 DNA 结果后，必须将人接回来。根据目前寥寥的线索，这孩子绝对是我女儿。他们只相差1岁，出生时间挨得太近，沈一是亲生的可能性不大。沈一是你的同学对吗，小一？是啊，爸爸，他坐在我斜后面。那，你能帮爸爸一个小忙吗？想办法弄到他的头发，或者他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。这个要求听上去挺的，就要头发带发根的那种，可以做到吗？我努力试试看。可是爸爸，你干嘛要他的头发呢？爸爸平时对什么事都有些漠不关心。他头一次对我提出要求，竟然还是为了别人。小姨，爸爸是不是说过，只有听话的孩子才最让人喜欢？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反正爸爸，你肯定是最爱我的，对吗？我最在意的当然还是亲生的孩子。不说话我也知道你最爱我啦，毕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。只要上不死，就往死里上。宋官言的目的是小一的 DNA。到底宋官言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听个故事吗，老婆？什么？我以前见过宋怡，我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尤其是位于财富和权力顶端的人物。我当过一段时间的保镖，你是知道的吧？那时我和家族彻底闹翻，近乎净身出户，亲爹和亲弟弟联手打压，我和温雅的资产、现金流全被查封冻结。为了赚钱，
我什么活都接过。有一次我在国外跟你打过视频电话的时候，手里拎着个小女孩，问你要不要领养，还记得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有一年你在南美洲还是哪里，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，不知道在做什么？我这里有个没有孩，你要养吗？你如果想养的话，我就带回家。是吗？这是你从战地收养的孤儿吗？你可真有爱心，老公。哦，当然不是。你想养吗，老婆？如果你要养的话，要放我这边几天。滚！我可不要这个孩子。所以，宋怡就不可能是宋官做的孩子。宋官燕一共有2个孩子，另一个男孩的照片我也找出来了。这个孩子似乎心理问题挺严重，一直没怎么出过家门。天哪！那么新的问题来了，他的亲生女儿去哪里了呢？是啊，去哪里了呢？好难猜啊，真的好难猜。冷静些，冷静些。亲生父亲这种生物，明明就该跟死了一样。这么多年没找到，偏偏现在冒出来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对了，今天放学有人跟着我，烦死人了。三哥的精神状态老是可担忧。学校里的朋友都是群不重要的 NPC， 我在意的只有家人。是二哥的人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他暂时应该没时间。光是我挂出的就够他花大把时间应付层出不穷的事。是恁们二哥要来不？恁们二哥到底是个啥人呀？可少听到恁们提他。是个脾气很好、热爱生活的阳光开朗的人。是个人格分裂、有皮肤饥渴症的神经病。一时间不晓得该信谁。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明明我才是你哥哥。可是沈寻也是俺哥啊，而且他从来不说谎的。那我就喜欢撒谎了吗？你是对我有偏见吧，沈一？这是什么高深的艺术行为吗？俺们家好奇怪啊，大哥二哥是被流放了不？半点消息都没。恁也是这样，3天2头不回家一次。家里的小孩好像只有俺和四哥。我很忙啊，我要学着接手家族的一些事情，很多会议，很多人要见，根本没时间经常回来，而且以后只会越来越忙。为啥恁14岁就这么早熟了嘞？还有，明明恁有大哥，那为啥不是大哥来负责这些嘞？大哥才没兴趣，而且我是目前最合适的。在我们家族，孩子都是从小被培养，赢家通吃，输家一无所有。我从小就很少参见到爸爸妈妈，身边总是有许多陌生人过来教导我。我都不记得身边换过多少批人了。毕竟，只允许最优秀的人出现在我身边。偶尔，
二哥那个会偷偷跑来看看我，我通常都拿他当移动靶子练习。那人还好不？想象一下他的成长环境，他虽说颠颠的，内心起码挺强大哩。还好，就是有点无聊。从始至终得到的情感反馈都太稀薄。后来，我对感情这种东西产生了病态的好奇，结果发现依旧很无聊。至少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能填补内心的空洞。既然能这么无聊，那就让俺们一起来花能的钱吧，哥。这个伸手的机会正好哩。俺看中了个限量版的娃娃，能帮俺买这个不，哥？家里人不允许我将钱给爸爸他们用，没办法，爸爸在家族里面属于被流放的一类，所以我的卡只给你花。俺就开个玩笑。可我没和你在开玩笑，沈怡。你为什么总在拒绝我呢？好端端的又破防了嘞！又咋了，俺的大少爷？你是在觉得我之前对你态度很差吗？所以才一直跟我拉开距离吗？我很抱歉，但我那时候真的很讨厌你。闯入，我讨厌一个无缘无故的人，闯入我向往许久的家庭。对，恁当时说话确实可难听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自己那时候什么德行，但现在我也依旧不会改。因为我说话很难听，所以你就很喜欢打我。真的好疼啊！我完全没有被欺负的经历，但现在我依旧喜欢他扑上来和我打架的样子。虽然很难启齿，可我真的喜欢他身上那股鲜活的生命力，像野草，在哪里都可以活下来。别再拒绝我了，求你。俺晓得了，多谢你。我面对真正喜欢的人，反而会格外敏感。他如果拒绝，我真的会狠狠破防。那个，俺想问一下，这是交易的一部分不？什么？交易啊？恁不是最喜欢和人做交换了不？俺早就想吐槽他的性格了，为啥一定要别人先图谋他啥，他再平等还回去？难道在他眼里，人和人之间没正常感情羁绊不离？不是，不是交易。我只是单纯想对你好一点，仅此而已，没有附加条件，没有预设回报，只是想这么做。你总是拒绝我，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总感觉在你面前，我好像一无所有。我能拿得出手的，好像只有可以用价值衡量的东西。真正的感情是什么？我不明白，也搞不懂。这种情绪问题，我从始至终都贫乏的可怜。那好骄傲啊，哥！他的性格真嘞可奇葩，前一秒还能故作轻松，恁跟他玩去吧，俺不在乎，能赶紧走。可人要真走了，他能当场发疯，俺死给恁看。这不就是地雷男不离？什么？这个词和我哪里沾边了？你
真了好骄啊，能晓得吗，哥？还好能不够善良，不然人善容易变人。更奇怪了，你到底在学校都学了些什么？最近被哥沈如雪，我精神都有些脆弱，没时刻盯学校生活，他怎么又整出这种鬼话？俺在学校那肯定是在好好学习了呀，平时就是看看课外书，但是哥现在俺的书全部被人没收了。俺就喜欢和陈娇娇没啥事儿逛书店，买点学回学校打发时间里。谁能想到只给裴婉言小小炫耀一下，书就全没了嘞！还俺的，那是俺攒了好久零花钱才买的。唉，什么书？忘记名字了，不过能在网上搜搜看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岂有此理！像老父亲发现女儿在看小说一样崩溃。我要把你班主任开除，一定是老师管理不严，才让他接触到这些不良读物。等一下，这和俺班主任有啥关系？学校是恁家不？他凭啥开除俺的班主任？你觉得呢？恁这个万恶的资本家，就只会欺负俺们这种平民老百姓。我才不羡慕，我才不屑羡慕。恁要是允许俺买书的话，恁也能获得一个妹妹牌的专属抱抱哦。我才不！我不想被抱，只是不明白他们怎么突然关系变好了，这不科学。这里是天堂吗？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既然恁抱了俺，那俺能买书了吗，哥？不行。俺恨恁！哦。但我不恨你了。何离恨俺？哼，我没有赌气，我曾经真的格外，甚至真心实意。原来恁还真，恁太过分了，俺都没。恁以前老是捉弄俺，不喜欢俺，俺可都没。看吧，俺多大方。那真是谢谢你的事不计前嫌了。不过，你当然也可以，这是你的权利。像有限的资源，需要精打细算的分配。除却家人，我对谁都拒之千里，甚至格外吝于付出任何。可一旦有人被我接纳，划进喜欢与重要的区域，我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。既然你这么大方，没选择恨我的话，以后还是喜欢我吧。为啥不恨恁就要喜欢恁哩？这种强盗逻辑不对吧哩？我对喜欢的人可是很好的，而且我比较有用处。以后有你求我的地方。不理，不理，俺才不会求恁，是恁要求俺。恁恨不得求着俺来找恁，这种暗爽，哥最好懂了哩。嘴上得意洋洋，实际上早就缴械投降哩。他浑身上下只有嘴最硬嘞。哦，今天真是好起来了哩。平时一点就炸的人，情绪竟然这么平静嘞。不止，看来那句不恨恁了，不止说给俺听，也是他说给自个儿的舍令。
他真是个好奇怪的人啊，李。你不求我的话，那就算我求你了，以后乖一点，好吗？我不求你当个淑女，起码不要再看那些故事了。回想他看的那些鬼东西，头都疼起来了。年纪轻轻养只妹妹，好难好难。为什么他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学坏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学校、同学、老师全都有问题。他反正怨天怨地，就是不会想孩儿本身有问题。你少在学校和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，那些人只会带坏你。啥不三不四？俺在学校都没朋友，哪来的不三不四的人？而这一切的一切，全都是哥的错里。对，全都是哥哥的错。有我？我比窦娥还冤枉吧？我真没干涉过两个小孩在班里的交友。我明明有说过把我的朋友让给你，但你也说了不需要，让我自己留着的。这也能怪我吗？我不是男，跟那没关系。俺说是男，四哥。我没有错。真的吗？恁敢说？恁私底下没丢俺礼物不？正常情况下，俺和沈寻没那么不熟。撇开宋怡女主光环造成的事，国际班社交主要看双方。他们大概觉着俺家事深不可测，这就是想示好交朋友的信号嘞。朋友什么的，爸爸说了，朋友就是用来……爸爸随手就能……那些前同事在他眼里连人，只是好用的工具人。那么国际班里也是一群，教了没用，还浪费时间。我明明是在帮你。对，浪费你时间，消耗你精力，却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际价值的人，有什么结交的必要吗？俺真没想到，家里最有病的竟然是恁们两个。他们以前明明可少交流，他们就像失散多年的知己嘞。这到底是啥神奇脑回路？小时候的睡前读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不利？脾气还真是差，至于吗？才说2句就急眼。没关系，妹妹有脾气是正常的。我作为哥哥，当然要多包容。这个弟弟不笨的时候，其实还挺聪明，可每次在沈一面前，他装傻倒是很有一套。不想上学，俺甭上学，想睡觉，妈。好孩子在新的一天就该活力满满，迎接美好一天啊，宝贝。沈思行总是频繁浇水，把我的植物浇死。再睡5分钟里，就5分钟，求恁啦，妈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5分钟以后再来叫你。丽。宋思君的事还没解决哩，俺不想主动接近宋官燕。那个男人带给俺的只有糟糕回忆和眼下的麻烦。可弟弟那张照片，俺老是忘不掉。他以前也在贵族学校读书嘞，只要查清是哪所学校，俺就能找机会去附近看看，哪怕只远远确认他哥现在的状态也好嘞。麻烦的是，俺不晓得他具体在哪所学校，
让审问机调查速度最快里。可俺得解释为啥突然查宋思句，以他难缠的性格，绝对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哩。到时候还得编个理由糊弄他嘞。恁到底想干啥呀？我就看看不行吗？这教室又不是你家的。要想快速完成任务，能不能趁他不注意直接拔几根？你能帮我一起揪沈一根头发吗？你想干嘛，小姨？我不想再掺和沈一相关的事情了。他那个哥哥太不讲道理，我怕再次被牵连。哎呀，不是我想干嘛啦，这是我爸爸交给我的任务。情况不对，10分有9分的不对。小姨，你爸爸要你拿他头发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总觉得他很眼熟，他的长相隐约有点像宋怡那个存在感很弱的弟弟。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这只是爸爸交给我的一个任务而已啦。完成后，我爸爸答应会给我买个新游乐场。我又不太在意沈一，他没朋友，家长会那天他爸爸看着也很一般，打扮的还有点穷，没必要。我从小什么都有，就算觉得不对，也没必要想太多。这个我帮不了你，你可以等等看，大家在一个教室总会有机会的。直接拽女生头发这种事，我做不出来。不理你了。这题太简单了。沈璇，俺先去车上等恁了，哥。妈大部分时间都没空来接俺们，三哥找了专职司机负责接送里。再见，佳佳，明天见。大部分亚裔的瞳孔都是深棕色里，少部分才是琥珀色与黑色里。他的眼睛和俺一样，是漂亮的琥珀色。有奖竞猜，猜猜我是谁呢？这个人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他没弄疼俺，但确实封住了呼救。力量差距太大，继续反抗没意义哩。快猜猜我是谁，猜对有奖励哦。学校门口堵住小闺女，他不觉着自个儿像变态不？谁晓得那是谁呀？这不是有病不嘞？这人的语气听着莫名有点鬼畜嘞。俺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装傻子也可熟练。哥，俺不认识恁呗。那恁也不认识俺吧？那恁抓俺干嘛呀？不认识就不可以抓吗？这里就你最显眼。唉，人咋能倒霉成这个样子？快猜我是谁，猜不准就俺晓得人，恁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个流浪汉。流浪汉？我很像流浪汉吗？对呀，李，俺感觉恁下一秒就要去丐帮打帮派争夺战啦！没啥事儿，就在河境附近捡点垃圾，维持一下生计。
必要时还得和同行一起争夺地盘，抢个纸箱子或者塑料瓶啥的，拼搏百天，争做丐帮第一人类。想想就可怜得很嘞。这副样子，像刚干完活来不及仔细收拾的我。说他是流浪汉，都侮辱流浪汉了哩。小妹妹，就算你长得很可爱，但故意这样损我也太坏了吧！竟然说我像流浪汉，还要去打丐帮争夺战，这小孩的嘴怎么这么坏？果然世风日下，坏人全变小了，还长得天真无辜，专骗我这种善良诚实的老实人。俺就是故意的，谁让他莫名其妙拦住俺回家的路？俺才没故意损恁，俺就是一个老百姓，恁干嘛要这样污蔑俺？俺要说俺哥，俺一个平民老百姓被人给欺负了。这小孩的遣词用词怎么这么逗？哭得更好玩，呜呜呜的像火车发车了。你哭得好好笑啊！啥？俺这明明是真情流过。明明俺超会哭的，这是俺在福利院磨出来的演技，卖惨最中用了。可你的真情流露真的很好笑，手感好好，软软的，有点想贴贴。把他吓跑就不好玩了。对了，你能请我吃饭吗？恁饿了？这话题跳的也太快了哩！俺以为是幽冥变态，结果只是个大馋小子。俺这个月零花钱用光了，可俺凭啥请一个拦路威胁俺的陌生人吃饭？俺有面包。这几天过得太忙，我都有点蔫了。亏到那群从老头到十几岁小孩都变着法来。我本来只是路过学校，顺道找弟弟玩一玩，可我根本不记得沈文他读初几，也不记得他长什么样。我记性不太好，还有点脸盲。拦他，一是想打听沈文突，二是觉得他有点眼熟。那没钱不？结果这人还真跟流浪汉没啥区别，连吃饭的钱都没，穷到要蹭小孩的面包嘞。之前有钱的，跑路的时候不知道卡和现金丢在哪里了。归档那边的一亿订单太诱人了，杀手们前仆后继，都在找我的下落。我叔叔也暗得很，就是不帮我。我和沈文他谁倒霉，小叔叔都乐意看到。我来找沈文突算账，来和议，没有第二个目的。我和他没完，他竟然挂1块钱侮辱我，还把我放到归档悬赏。俺们这样简直像两个臭要饭的，俺咋都想不通自个儿为啥会沦落至此，为啥总有变态喜欢为难俺一个孩儿。都怪我弟弟，最近总给我找麻烦。俺弟弟就可听话，听话就对了，不听话的弟弟就该被我早晚逮到亲手。原来那么城里人对亲弟弟都这么胸膛不？等你遇到一个很不乖的弟弟，说不定也会想。到时候你可以来找我帮忙，不收费。理论上，没有什么是我那庞大而扭曲的网络查不到的。那些杀手至少还有行规约束，我和手下那帮人才是真正的。我们行事全凭一时兴起。甭说，
俺还真好奇宋思君哥现在是啥情况。但和这种危险人物打交道啥的，崩里。俺哥现在能走了不？格里，哥现在别的小朋友都回家了哩。好吧，放过你了。你要记得谢谢我。恁是皇帝不？俺还要叩谢隆恩不？俺刚才遇到个神经病，拉着俺莫名其妙说了一堆话，然后要了个面包就走了哩。流浪汉吗？你以后等我一起出来。别再乱跑了。俺晓得啦，下次一定哩。小花鼠小鸟，找他。他家除了那个听话的弟弟，竟然还有个哥哥。被发现了，还摘了我的，动作挺快，警惕性不低。我又不是变态，不会遇见谁都丢尽。眼熟，只是这个小孩真的很眼熟，可我就是想不起来。算了，下次见面再想。我会在河境附近多玩一段时间，顺便找沈文他算笔账。我从记事起就遇到过很多奇怪的人，这种实在算不上高明把戏。今天晚上不晓得妈会做啥饭哩，好想吃肉嘞！刚才那个跟你要面包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？会不会是我哥哥？大哥性格温和，绝对干不出来。想了一圈，果然只是……以后还是要把沈一看紧一点。还要感谢沈寻那个，我问什么他就说什么。你这一年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，宋思君？是你做的。您在说什么呢？我只是个孩子。对了，我听说您最近和陆家的家主走得很近，是想做什么吗？他平时只会冷嘲热讽，突然用敬称，反而不对劲。他又在酝酿什么？陆家的那个二儿子很不错，等你姐姐回来，可以尝试着让他们两个做玩伴，以后发展些什么关系也有可能。陆明渊，陆明渊说他会和俺订婚，俺们俩以后会在一起。那我怎么办？你以后要跟他走，丢下我了吗？那肯定不会啦，能才是最重要的。俺们说好了要一起活下去，离开这儿的。不过要是有人能帮俺们的话，离开会更容易一点吧。到时候能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全的少爷，做饭就不指望能了。不过以后能得打扫卫生，还要洗碗。至于学费问题，我不要他，宋怡才是我真正的未婚妻。我要解除婚约。果然
依赖别人是没办法的，俺们还是靠自个儿呗。陆明渊这种摇摆不定的人，配不上我姐。甭说脏话啊，为这种事儿生气也是不值得的。俺本来只是想利用陆明渊帮忙，是他没上钩而已。这种事儿习惯就好了。反正老师也没被选择过的，甭生气啦。男孩生气就不漂亮喽。请不要这样讲，我会很难过的。我会选择你，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只选择你。我们聊聊，思君。您想聊什么，爸爸？关于你姐姐。我在河景见到一个和你很像的小女孩。她叫沈一。沈一，沈一，沈一。我姐姐叫宋一，其实最开始她应该叫宋暮云。俺叫小一，俺不想改掉名字。她把自己划到了外人当中，死活不肯叫宋关虚父亲，也不肯用那个名字。有照片吗？我必须确定这个消息是真是假。就是这个孩子，他父亲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另外有个哥哥。他还好吗？他很好。沈思行看着像个不务正业、整天摸鱼睡觉的屌丝，当我见到沈一时，他确实性格活泼，甚至有点活泼过头了。这样吗？我还是不相信。姐姐从小就笨，很容易被欺负，寄人篱下的滋味绝对很难过。我想立刻跑去看看她。不行，不可以。看照片上，你们俩确实很相似，加上这孩子极大可能是被领养的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我到时候一定把他带回来。你先好好休息。爸爸，不要打扰他，至少在我之前，谁都不行。你难道不想要他回家吗？我满脑子都是胆怯，说不担心他是假的，说不想看看他也是假的。可是他看上去好幸福。太好了！爸爸到时候一定会夸奖我。爸爸，我拿到了！你什么时候给我建一个新的游乐园呢？我要蓝色系的，像天空和大海那种蓝色，或者紫色也可以。听说紫色比较有韵味。好，爸爸答应你。到时候我会先让设计师画好设计稿给你看，你自己选喜欢的风格。
如果沈怡真的是我寻找多年的亲生女儿，该怎么安排？宋怡陪我的时间做不了假。如果不是宋思君态度这么抗拒，我想把2个孩子一起养在身边。还有沈怡的那个领养家庭，他们会轻易放手吗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才能让对方松手，把孩子还给我？金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，可沈怡现在的家庭，或许不是寻常财富能够衡量的。谁来找啊？裴婉言不离，俺似乎只认识他一个不是同年级的学生。哼，总不影响是俺哥来找俺呗。猜猜，又让人猜，恁才是小孩呗。让他骂得这么凶，心情真好。哼，原来你也姓沈。我是来找我弟弟的，刚才把他欺负了一通，他现在估计要快气死了。这是欺负了不？俺还以为恁真打算逼恁弟弟。我倒是也想，但我爷爷知道会把我打成筛子的。这句话咋有点耳熟？沈寻以前似乎也这样讲过嘞。那恁找到了也欺负过了，还来找俺做啥嘞？俺想睡觉了，俺还是学生，需要早点休息。小一，你是叫小一吧？我觉得你很眼熟。这个人也太自来熟了咧，居然这么自然的叫俺小一，崩脸！而且这种眼熟话术，俺听得太多了。俺长得可人山人海不？为啥一个两个都看俺显熟？和你长相没关系，我记性有时候不太好，真的。但我真的见过你照片，只是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了。一个记性不太好，那能参与的时候会搞错人不？比如抱歉啊，俺记性不太好。偶尔，经常。看情况吧，有时候目标信息不全，或者长得太普通，难免的嘛。这种不确定词，脸盲就甭出来危害社会里。你怎么这么好玩啊？他身边应该有很多喜欢摸他头的人。小一，小一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俺几杠的，离俺远点！像只不怀好意、甩着尾巴蔫坏的猫哩。不能立。真小气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还有点事情，明天再见吧。啥明天见？谁要和恁明天见了？外面谁找你啊，沈一？一个流浪汉嘞。开玩笑的吧？我们学校怎么会有流浪汉？不过这种事情如果是真的话，还是告诉一下老师吧。是啊，是啊。这个学校对那种法外狂徒不会有啥实质性的约束力。女儿当自强，好人不如靠己力。这个流浪汉再敢骚扰俺，俺就化身雷电法王，
给他一顿电击。正常来讲，这种题目该写天使妈、勤劳爸这一类嘞。可合集是小天龙人们的聚集地，一结合现实情况，歌颂父母辛苦的题目，就容易变成攀比父母身份嘞。他们平时在学校就比家世、比背景、比父母嘞。哥现在有机会，那肯定要在作文里好好炫耀一番哩。在外面上班，打电话问他也来不及了嘞。俺对爸的了解太少了，沈思行绝对是家里最神秘的一号人物嘞。但貌似能写妈。爸爸，你爸爸去上班啦，去外面出差了哩。具体去了哪儿，俺也不清楚。沈一爸爸看起来就是个弱鸡肾虚男，说起来都忘记问你了，沈一，你爸爸上班不会在暗地里被同事欺负吧？我听我妈妈说，职场是很残酷的。我不太了解普通工薪阶层，可在爸爸的公司里，像沈一爸爸这样的老好人，经常会被指示的团团转，不好意思拒绝同事，脾气又软，很容易在公司干不下去。不会嘞，俺爸也没那么窝囊，就是平时不太正经。稍微正经一点的样子，肯定也可帅。这一点我完全同意，这一点我完全同意。我还是喜欢阳光的热情小狗，傲娇的猫猫类型也可萌可可爱嘞。等以后我们长大，奶狗狼狗通通拿下。为什么他们喜欢的又是猫，又是狗，狼狗，甚至还有狼狗这个品种？相似度为0，无法理解。你们为什么不能喜欢人类呢？犬科和猫科动物情绪不具备稳定性，而且从逻辑和卫生安全角度，将情感投射到这种非人类生物上，不是什么好的选择。恁先甭讲话了，哥，这只是一种比喻啊。比如我说你妹妹是个可爱的小蛋糕，不代表她真的是块小蛋糕。可恶啊！我在这个人眼里是什么空气吗？你们俩想好写什么了吗？我准备写我的总裁父亲，或者国际设计师母亲，你们呢？我在写作方面一窍不通，照着妹妹的作文写。我说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俩的父母就不能在文里面拥有一点正常的职业吗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不过，你们这个开头听上去也好酷啊！又是杀手，又是暗杀。小孩子写作文本来就是胡编乱造，只要在不好看的内容里拼一点现实痕迹就行了。如果是我，当然写妈妈去哪个国家当评委，再写她喜欢用什么做设计，最后加一句我爱我的设计师妈妈。俺真嘞没写过作文。先把个数凑够再说嘞。你们确定要这样交上去吗？不能不，老师说要结合现实情况啊哩，俺写的全是现实，没一点改变。所以说你家现实情况都这么的荒诞搞笑吗？
要不说你们俩是兄妹呢，脑回路明显都不正常。谁家好人写作文内容会这么刺激，写完还完全不觉得哪里不对？是老师说要真实的霸凌，俺们明明是按照要求写的。突然好期待老师看完的反应。再这么改下去，我都要仇富了。要不怎么说10年寒窗不如投个好胎呢？这个小姑娘长得很萌，平时不声不响的，很乖。她的背景也挺神秘，或许能从作文里窥见一点她的家庭背景。这个开头，妹妹是个神人，哥哥也不遑多让。这孩子也挺搞笑的，结尾点题，竟然还不忘拉驳一下自己亲爹。还有，为什么这小孩把枪型号如数家珍，记得这么清楚？很诡异，这兄妹俩都什么人啊？别说，荒诞中带着几分黑色幽默，真不错。这2个孩子值得拥有一份作文展示。你们俩的作文被公开展示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俺们俩的作文被贴作文板上了。四歇里，人在学校里早就被周围同学笑死了里。一觉醒来，我姐妹竟然成了最大的笑话。俺付出真心就被人这么嘲笑不？俺写的没技巧，全是真情实感，结果竟然被这样公开处刑了哩！都说了让你写点正常的内容，你不信邪，现在被展示了吧？以后一定要对2个孩子更好一点，万一他们回家哭诉老师欺负人。你之前还跟我说杀手这种身份是只存在于电影里面的，结果现在作文都用上了，好佩服你的想象力呀！多谢你，可这真不是俺的想象力，俺又没疯。沈姨妈妈确实超厉害，至于她爸爸也勉强算个男人。甭笑了，笑得跟鸭子一样难听哩。咋还追着笑？太恶劣了。我也很崇拜那些厉害的人，你应该有点身手的吧？其实你也挺不错的，可以来做我的小弟。要是只是普通在校学生，还没去上课不哩？中午零食吃的太多了。俺说，恁在俺们学校不走，到底是准备干嘛？这几天他真来频频来找俺蹭饭。他不怎么好糊弄。我最近和爸爸的前下属们混在一起，那群人打算干一笔大的，目标就是这所学校。到时候第一个，请务必一定要把我弟弟绑了。开智以后，我就自己跑出去浪了。妈妈人生是旷野，我就是个野人。兴许全天下妈做饭都差不多呗。这小孩怎么又怂又爱玩？不中，恁见面就抢俺面包，后面还天天蹭俺午饭，恁到底啥时候能饱饭？你怎么还计较那个面包？还给你，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礼物了。咋净给俺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？谁家见面礼会送面包礼？那你想要什么值钱的？名画怎么样？我可以抢几个来送你。抢哩？是啊。你总不可能指望我从正规渠道给你买个名画吧？可以去打劫弟弟的收藏室，把东西拿来送他。
我可真聪明。蒙了，多谢您的面包了，俺得回去上课了。我说，你怎么头发这么乱？这样看着就顺眼多了。慌慌张张的，你是见鬼了吗？没见鬼，但有个馋鬼吃了俺的午饭，俺准备去食堂再吃点物件垫垫肚子。俺和哥平时没带饭的习惯，最近妈学了可多新菜，中午俺才会带盒饭到花园附近的食桌吃。然后呢？你打他没有？没，打不过哩。而且他还给了俺3个面包，说这是他补偿给俺的见面礼。这哪里来的霸道穷鬼？穷比就不要学人家当霸总啊！这难不成是一种很新的？感觉不太像，他表情似乎挺认真嘞。难不成是实验班的学生，想用这种？不是，是个无业游民，在河冢附近捡垃圾度日的流浪汉里。那就更糟了！这种霸道穷鬼，简直比被鬼缠上还可怕。流浪汉怎么能进我们学校？或许他是个有点本事的流浪汉嘞。先不聊了，要上课了，杰里。整件事听起来都格外抓马。站住！怎么，有事情？大少爷一天到晚忙得要命，根本没时间关注小女孩之间的事情吧？学校有个不务正业的黄毛，在学校内四处乱溜达。哦，对了，那不仅抢他饭吃，还霸道拿出来了3个面包，说这是他送给沈一的礼物。到底什么品种的奇葩，会把面包当礼物？黄毛，面包，礼物。对啊，沈一说他是在河圈附近捡垃圾度日的。我猜肯定是个不务正业的黄毛，专门找沈一这种脾气好的小孩糊弄。说起来，流浪汉怎么会被允许进来啊？保安干什么吃的？早晚投诉他们。我不太信他的话。沈一这么久，除了陈娇娇，几乎没有第2个朋友，他哪里有机会认识什么黄毛？本来我想让他找老师解决的，但感觉说了也没什么用。老师最多约束学生，对校外人员没有威慑力。我也可以直接问沈一，但太浪费时间。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我确实很难管教他。与其找他麻烦，不如直接掐灭那个敢招惹他的麻烦。那个人古怪又毫无逻辑，谁晓得面包里有没加物件？哥哥，你是谁啊？我好像没见过你。我是新来的实习老师，你以后可以叫我老师。每次见面，他的操作都能震惊俺800年。是吗？老师，您长得真年轻呀。他喜欢满世界跑，四处买房产地皮当据点嘞。赢的时候感觉我不是人，我是神。谁摊上这赔钱货，是全家都有福了哩。唉，看看爸就晓得了，他从不在俺面前提过去。哥现在明显变了，养了孩儿后整天累成狗，没精力作妖。不会的，放心吧。爸爸不拿下属当人，但对我而言，下属都是群很有用的东西，可以拿来换钱。头一次晓得还有这种可持续性的截托图鱼操作。摊上恁这种上司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他看着开开朗朗，像是有点大病哩，本质上依旧是冷漠的危险人物哩。他把俺当成一个有趣、会反抗的玩具，像猫戳弄滚动的毛线球，无聊时就来逗2下哩。
俺可厌烦他。三哥说过，没用的人要和仇人划等号里。这个人不但没用，还浪费俺的时间。我下次会给你带礼物的。真的。直至今天，俺仍不晓得他的名字，干脆叫他流浪歌里。要不是考虑礼貌，俺更愿意直接叫他流浪汉。最近极其清闲，宋姨可久没来上课，学校也一片祥和。好中看哩，没闺女不喜欢漂亮的事物哩。送给你的。这是能从拿枪来哩不？不是抢的，是我偷的弟弟的。俺还是搞不通呢。为啥送俺物件？为啥老缠着俺？恁到底想干嘛？有关于……先不告诉你。只希望沈文家别再跟鬼一样缠着我，求求了！那少爷赶紧抓到黄毛，赶紧放过我吧！我看到沈一和一个10几岁的男生在一块儿，长得挺高的，模样看不清楚，就在花园的湖泊附近。这个真不是什么赃物，也不属于古董行列。算是个不错的装饰品，所以收下也没关系的。这也不太像我弟弟的审美，太女孩子气了。感谢我吧，蠢弟弟。恁要是可穷的话，恁能拿这个去还钱。俺其实并不需要可多钱，俺有钱。沈文可有一张副卡在俺手里，额度高到俺都没数清后面有多少个零。日常花销不算啥，就算突然想买私人飞机或岛屿，也绰绰有余。我也不需要呢，我家条件其实很不错，就算没钱，短时间想搞点也很容易。条件不错嘞，那恁为啥不当个好人嘞？我是子承父业，正常人的生活对我来讲很无聊。原来还是家族企业，听上去更歹毒了哩。这种生活无聊的说辞，沈寻也会讲嘞。他偶尔还会鄙视同学的智商嘞。四哥再长大一点，兴许也不会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。这个确实真嘞可中看。恁是咋买到的嘞？啊，不是买的。我太了解弟弟了，比起电子锁，他更爱给展示柜装华而不实的钥匙锁。审问他总会为漂亮东西买单。我也可以给你掰成小兔子的形状。你喜欢兔子吗？甭了，多谢。我最近是有点事情，以后不来找你了。你在学校乖乖的，不要乱跑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装傻就可以。毕竟你是个很聪明的小孩子。装傻这件事，你一直做得很不错，对吗？我既人脸不行，但也不是完全没脑子。接触的人多了，我很快就能看清性格。沈一是我见过最好玩的孩子。面对威胁，他第一反应不是远离，而是若无其事地先尝试和平相处。他会忽略不合理，正常交谈，熟悉后再试探话题，拉近关系。这一套下来，很难有人讨厌他。聪明的小孩总懂得趋利避害。我的提醒到此为止。
黄毛呢？啥黄毛？俺没往沈如旭身上想，毕竟那人是黑头发。那是生病了不？脸有点红。印象中他其实没少生病，明明比俺大这么多，结果还没俺皮实。这不正常的红，不是因为发烧哩，是因为愤怒哩。你最近跟一个走得很近，对吗？想食人的欲望在此刻到达顶峰。哦，那是说那个流浪汉不？俺们俩不算可数，是他经常来找俺吃饭，像饿死鬼投胎，天天蹭午饭，风雨无阻哩。最开始不是没想过举报这个大馋鬼嘞，可何景号称固若金汤的安保，对沈如雨来说就像空气，监控拍不到，保安拦不住，简直像幽灵嘞。其实他还挺大方的，他送了俺个礼物。这场对话好像越描越黑了哩。他竟然还在给那个人找补。他从不为陌生人说好话，甚至很难正面评价自己。可为了一个认识不久的男人，我说一句他就反驳一句。哦，哥哥呀，我快要死了。不是夸张的修辞，是字面意义上的生理反应。恁看，这个翡翠项链该可值钱呗，而且是他说俺的，他家可有钱。他说他是子承父业，继承了他爹的职业。荒诞到极致，愤怒到极致时，再激动的情绪也会迅速冷却。中看不，格里？美国儿不喜欢漂亮的事物，俺也不例外。拿到礼物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哥看看，平息他的怒火哩。恁干嘛又突然不讲话了？这个问题可难回答不？恁嘴唇破了？甭说，其实蛮中看的嘞。你很喜欢他送的礼物吗？喜欢哩，看着可值钱的样子。而且真嘞可中看，能不觉着不哥？不晓得流浪哥从哪儿拿的，审美倒是没毛病。太好看了，我的东西能不好看？感觉哥的声音都在咬牙切齿嘞。等回家就让人拿给你。一套哩？恁咋会有一套的？这个问题问得真好。因为那个人偷的都是我收藏房里的东西。子承父业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爹是个，他也是个小，或许他全家都是小偷。哼，真是好一个子承父业。这是恁的？不然你觉得那个凭什么能拿出来？凭那种四处偷吃东西的，他怕是平时在外面喝西北风都能喝到窜稀吧。见过绷脸的，从没见过这么绷脸的流浪汉，竟然偷到哥头上里。他咋敢大言不惭说这是送俺的礼物？谁给他的勇气哩？这或许是个不错的教育机会。所有人接近你都是别有用心，你不能对谁都毫无戒心。任何想接近你的男人，你都该让他吃一个。再告诉他，我们的家规是做朋友之前，要先被让看看实力。俺真了没？不幸碰上了，除了在他面前装傻，俺还能咋办？哥，
那为啥就这么喜欢教育俺？平时也没见他这样教育沈寻嘞。俺有判断能力的，能不需要管俺？真嘞！他每次碰上俺的事儿，都快要气死了。俺没替他讲话的意思，俺也不喜欢他，俺只是对那种危险人物没办法。我一直搞不懂，你为什么总是不擅长依赖别人解决问题？明明只是个小孩，提前的叛逆期吗？恁才叛逆期，俺才6岁，恁就有一堆 NPC 一样的朋友，每天他们都会围绕着恁吹捧恁，这种感觉难道不是可爽不？养小孩真的好难，尤其是一个还在幼年、精力和好奇心都旺盛的小孩。你别气我，我有心脏病。俺信他才有鬼。以前他吵着要，也没见有啥病。恁也甭管俺还有神经病呢。你就为了跟那个当朋友，不惜说自己有神经病？恁不还说恁有心脏病不？你能不能别乱晃？弄个排骨星本来就不该抱俺，硌得慌你。为啥那么难受，能在1年时间就跟打了生长激素一样长高了？印象中宋思君小时候比俺矮一点。姐姐，10岁以后，忽然有一天，俺得仰头看他了。明明是姐弟里，俺也想长到1.9米。你也可以多喝牛奶，或许会长高一点。你这1年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只比1年前略微高了一点，那一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俺不喜欢牛奶，就喜欢吃。不晓得神通广大的营养师以后能不能把辣条变得健康一点，这样就能吃健康的。沈一，那种东西味道这么重，你为什么会喜欢？俺也喜欢棉花糖和蛋糕，俺也会做一点甜品，恁喜欢不？喜欢做物件打发时间里，甜品、针织，一切能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都学过一些嘞。可惜3分钟热度，会是会，谈不上精巧。不，恁这个人真来可无聊。原来女孩都很难喂胖吗？小孩子还是胖一点可爱。当然，沈如旭那绝对不在其中。二哥小时候是个胖子，妈妈还亲昵地叫他墩墩。我和沈勋都不喜欢他神神叨叨的性格。我只是偶尔会来学校找点乐子，他们身后代表着不同的家族背景，还算有点用处。还有，我并没有很享受。原来我在他眼里一直是个，就喜欢坐在那里听一群人闭着眼吹捧自己。我只是习惯了。不喜欢，但也不至于多么排斥。从记事起，家族长辈就带我出入各种社交场所，需要精确计算每一句话，心里再不耐烦，表面也能应对的滴水不漏。这一点俺早就晓得了，要是放在漫画里的话，系统里，但俺晓得他在。沈文特在漫画里的定位是啥哩？恶毒反派。不出所料里，系统早就说过俺全家都是反派。那么那能说俺剧本的全部走向吗？男女主幸福的在一起，碍事的反派也全部消失，从此过上快乐生活。消失哩？你可以理解为被消灭了。
咱们的剧本能改不？你想改吗？可我认为他们不重要，你只需要专注自己就好了。我们是主角，主角是不需要在乎其他人的。所有死掉的、消失的或者离开的，都是你成长路上的一环。这个说法真有意思嘞！身边的羁绊、亲人和好友全部消失，最终铺成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嘞。那主角也未免太惨了哩。要是俺是主角的话，为啥俺身边的不能是正派嘞？因为原剧本是这样的，他们的身份是注定的。你改变的只是你自己的命运，身边人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。除非俺插手，俺才是按部就班的剧本中唯一出错的那一环。俺还以为是祸害1000年嘞，原来不是这样哩。那么他原本的结局是啥？能说俺不？反派的结局都没什么区别吧？都是不得善终，不得好死。不得善终哩，不得好死哩，这也太凄惨了哩。审问之力，又怎么？他的话是真的多。恁以后要是要死了，会害怕不？死？那就毫不死了吧。他作为反派，咋半点求生欲都没？可能要是死了，谁都能来欺负俺一下，俺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小孩。也是，你笨得要死，也不怎么记仇。我要死了，你以后肯定是会被欺负的。我的求生欲确实不强，想要什么，我就没有得不到的，没有什么留恋。我从小受的教育，就是享受了什么便该换取什么。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死，落到什么结局都是咎由自取。不过，如果真的要死，好像还是会有点舍不得。俺晓得，在恁眼里，俺是个没啥用的胆小鬼。不得不说，哥看人可准。俺自个儿也晓得，遇事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逃避。前世如此，这辈子还是如此嘞。俺老是缺乏迎难而上的勇气。恁一定蹦在俺不晓得的地方悄悄死掉。俺会改变的，俺也会努力的。是吗？是吗？我的妹妹一直是个胆小鬼，从不轻易交付信任，总用厚厚的壳包住自己，警惕又聪明。比起这些随口哄人的话，你要跟我住一段时间吗？期间你或许可以想，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想要的东西。资源、人脉、保护、退路、未来，他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从我身上获得。等一下里，为啥又突然这样讲？让我说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很容易，说真话反而难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利用我的，我希望你可以图谋一点什么，毕竟那是我为数不多的用处了。我没有说假话，如果能对他有用，我反而会很开心。那弄不成为工具人了不？他确实是个可重用的工具人。原来这种难缠的封闭打通关后，就能得到一个完美工具人嘞。他是在不自信不哩？这么极端自负的人，原来反倒会不自信哩。等放学回家以后，要是妈同意的话，俺就跟咱一起。
这几天你记住，如果有陌生人跟你发消息，不要理。沈如需精通电脑，总让我的手机像中病毒一样被消息刷出。这种骚扰实在烦不胜烦。陌生人是那个不？不，他是头野猪。谁在讲我坏话呢？重点是切断所有电子设备与外界的联系方式。我弟弟交给我处理吧，不用担心我爸爸会找你们麻烦，他本来就不太在乎我们的。沈思行这个爹是真的很渣。其实他的怀抱也没有很宽阔。爸爸教你的人生第一课，就是要相信别人。跳下来吧，我会接住你的。爸爸教你的第二课，就是不要随便相信任何人，即使他是你的父亲。你们兄弟俩的之间关系真奇怪。姐姐怎么这样想我们？我们可是很好的兄弟。是兄弟就来砍对方2刀的那种好兄弟吗？说起来，之前提醒过那小鬼别乱跑了吧？提醒过吗？应该是有的。不过乱不乱跑，本质都没有区别。他们的目标是整座学校，不是某个人。我不打算参与这种无聊的围猎游戏。对这里的学生没什么恶意，只是乐子人喜欢凑热闹。看戏可以，下场就算了。找了这么多年的女儿就在那里，她好好活着，好好上学，好好长大。现在就把她带回来，无论杨家想要什么，只要付得起，我都可以满足。只要她能回来，我终于可以给早逝的妻子一个交代。爸爸，我好像说过，你不能打扰她。你觉得这个对准我有什么用吗？再聪明，也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。爸爸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很想知道吗？宋思君，爸爸，您又是这样，到现在了，竟然还天真想着让所有人和平相处吗？好奇我们在聊什么吗？我来告诉你吧。识字吗？我当然识字。有钱人家的孩子启蒙早，4、5岁就能认不少字，每个字都认识，连在一起却像天书。什么意思？爸爸，不要听他讲，直接离开就好了，不要再听下去。爸爸的爱，这个家，我的身份，都要他了。爸爸，沈一的眼睛也是琥珀色，仔细想，他和宋思君的长相也有诡异的相似。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对不对，爸爸？我要找沈一。我不知道找他能做什么，求他不要抢走爸爸吗？他会同意吧？他已经有一个家庭了。你冷静一点，小姨。爸爸，或许爸爸也是舍不得我的。你要是
沈怡已经有新的爸爸妈妈了，但我只有你。明明是我先来的。我不明白什么血缘，什么鉴定，从记事起，爸爸就是爸爸。我不想离开。锦衣玉食，万千宠爱，被好好保护着长大，不知人间疾苦。以前关系很好的弟弟，为什么有了亲姐姐后就这样？难道这么多年的感情是……我也不想的，我根本没得选。不敢面对沈怡，也无法接受自己是……你想出去做什么，思君？只是去校门口看他一眼，就一眼。本来不准备接近姐姐，起码暂时不准备和她见面。现在比见面更让我在意的，是她奇怪的领养家庭。从调查资料看，干干净净。他有3个哥哥，其中一个哥哥就是沈文特。姐姐到底从哪里找的这么一个奇葩家庭？